皇嫂，你叫我什么？有件事我瞒了你很久，其实我是四王爷旷宇宙。苏黎，你原来是梦。可若有朝一日，他真知道了，那一刀绝不会只落在梦里。陛下好兴致，一个人耗了这么久。满朝跪拜的95之尊，不过是本宫亲手扶持的假皇帝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张嘴。上一世，景昌帝为我独高，诬我父族谋逆，灭我苏家满门。这一世，我比他先动手。真皇帝早被我埋在荒郊，如今池中这具替身，不过是本宫复仇路上的棋子。臣妾给陛下添一桩喜事，潘鸦雀，本宫已替陛下从京兆府大牢移进了宫里的天牢。一个北地来的细作罢了，皇后何必亲自费心？细作不要紧，要紧的是他背后那位四王爷。本宫要陛下下一道密诏，召四王爷亲自进京来领人。召四王爷进京，他要召的是我自己。他曾逼迫你与他行房，现在你想怎么羞辱回去？本宫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也要强迫他跟你行房？陛下吃醋了。皇后的手今夜格外凉，要不要朕先替你暖一暖？他的眼神越来越不像棋子了。要暖本宫的，从来不是陛下这双手，是陛下的听话。若是朕不听话呢？那陛下可还记得自己身上那7日断肠散？解药可都在本宫手里。安分些，本宫亏待不了你。他以为他攥在手心拿捏生死的是个戴着皇帝人皮面具的船夫，他以为我是戴上面具，其实我是摘下面具。同胞双生，老天给了我和景昌帝同一张脸，苏黎要我做替身，却不知我这张脸根本不用假扮，断肠散毒不死我，更没人逼得动我，是我自己心甘情愿做他局里的棋。秘书须坦诚交付，血脉方共鸣。遗诏已到，老臣愿死战，助您登基。苏黎，总有一天你会知道，你日夜攥在手心的这具替身，才是你最该提防的人。到时候，你是会恨我入骨，还是会……主子，鸦雀怎样了？皇后已经将他转入宫中天牢，并传书让我来领人。啊，鸦雀承认了？我让他承认的。皇后聪明，瞒不住，承认反倒断了他深挖的念头。好在主子叮嘱过，信件阅后即焚，他们搜不出证据。只是太后那边，您是无诏不得入京的，所以皇后让我下诏，并让我说服太后。说服她不难，她巴不得看我被为难。主子，这样太冒险了，您不该来。我要来。什么？没事，皇后还欠我一个人情。至于太后，我总觉得这事太巧了。张由白恰巧在场，策论恰巧掉落，飞鸽传书恰巧赶到。若这是一场局，执棋之人简直开了天眼。我倒要亲自来看看，是谁在幕后操控。贤良，那日迷晕七旬，你们在他身上搜出的空瓷瓶，还记得上面的图案吗？记得，是一枚普通的3叶草。3叶草？娘娘，怎么了？潘鸦雀的随身物里也有一个画着3叶草的瓷瓶。您是说七旬和潘鸦雀？
玄和另外有姓，对吧？本宫记得你叫他姓氏为。对，幸福的幸，姓玄和，攀鸦雀，口若悬河，鸦雀无声。好一对贴身侍从。娘娘，姓玄和的画像画好了。苟贤，娘娘，去查七旬和玄和有没有常去月星客栈。记住，别惊动客栈，去对面商铺多买东西套话。是。去传禁卫军荣统领过来。是。娘娘，荣统领，想办法将这张纸条扔到潘鸦雀的牢房。你找个生面孔，别亲自去。是。是七旬的笔记。娘娘，查到了，月星客栈对面商铺的人说，七旬和玄和经常出入那里。娘娘，荣统领派人来报，潘鸦雀在午膳时分突然喊肚子痛。荣统领问该如何处置。不用处置。鸦雀在天牢由禁卫军统领荣彦看守，应是很安全。你们切记，绝不能去探视，免得打草惊蛇。是，主子。那您以四王爷身份入京后，皇后若要皇上召见，该如何应对？不见，当初在北地，邝尹州不也让皇帝吃闭门羹，礼尚往来。这次皇帝也不见他，这……去查那个坠楼的书生张由白。是。算了，查不出什么。若真是局，这颗棋子必已安排妥当。查那个第一时间报官的住客，若非他，月星客栈的人有足够时间应对，鸦雀不会如此被动。属下明白。娘娘，今日来得早，是不用等邝献瑜的飞鸽传书了。你脸色怎差成这样？在想邝尹州来了，我该怎么对付他？不必费神。上次在北地是他的地盘，你都能全身而退。这次在你的地盘，他才是被动。如果你是邝尹州，你会怎么让我放人？我不知他会如何谈，但我知道，你不该为此焦虑。你不是说要羞辱回去吗？还不是因为他太难对付。你跟太后说了吗？说了，她没反对，想必正等着看戏。我太困了，趴会儿，奏折你自己看。去榻上睡。不用，麻烦。醒了？折子都批了，你核对一下。不用，我相信你。我回凤栖宫补觉。不必为邝尹州费神，他不足为惧。你是第一个说他不足为惧的人，你没见过他的可怕。有多可怕，还能要了我们的命不成？比要命更可怕。皇上还没下朝吗？还没。坏了，四王爷昨夜传信说他已在京郊，约娘娘辰时在承熙竹院见面，这都要迟了。主子没说过，有人冒充。主子，哎呀！有人冒充，我去禀报主子。你快去跟着娘娘，见机行事。好。冒充我约见苏黎，备马立刻去承熙竹院。
皇后呢？在里面与四王爷谈话。为何不守在门口？四王爷说机密，娘娘让我们在此等候。确定是四王爷？确实四王爷模样，像，很像。皇兄，这是何意？皇上，四弟来京不先告知朕，私下约见嫂子，是何居心？王爷稍后，本宫与皇上说几句。你为何如此冒险？若他是冒充的，怎么办？你怀疑他不是邝允州？你从未见过他的真容，怎知不是陷阱？不，我见过他的真容，此刻正在见，对吗？周隐，尹周，邝尹周。皇爷如此震惊，是不是觉得我会永远被你当猴子戏耍，永远玩弄于股掌之中？没有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从一开始，什么走错房间，什么被我强迫冒充皇帝，全是筹谋。还是解释你利用小六逼我去北地，两个身份轮流欺我、骗我，甚至自己骂自己畜生，自己给自己送心脏。对不住，我忘了，你可是邝允州啊，怎么可能不会武功？装胆小，装柔弱，装不会骑马，还要我一个弱女子处处护着你。苏黎，给我一点时间，听我解释。我给过你机会，昨日我问你，若你是邝允州会怎么做？我多希望你说我就是他，可你还是选择了继续骗我。我不敢说，你视他为死敌，我怕你知道了，就再也不会理我。隐瞒身份我尚可理解，但你的刻意羞辱、步步算计呢？那些也仅仅是为了隐瞒吗？我承认我错了，但我最初接近你，只是为了身世之谜。我看过一封密函，桂嬷嬷接生你时，用透明药汁把我与邝玄镜的身世纹在你背上，情动方显。你说什么？我背上纹着你和景昌帝的身世？桂嬷嬷先接生我与邝玄镜，后接生你，回宫途中便死于意外。我想知身世，所以一直想与你欢好，跟太后说你有孕，众妹要闯凤七宫，用小六把你骗去北地，都只为窥你背上秘密。对皇位，我从未觊觎。那你看清了吗？我们行了那么多次房，没有。或许密函是假，或许方法不对，但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信。可邝允州事出有因，不代表就是对的，错就是错。斗智斗勇，我或许还能与你周旋，可论操控人心，我玩不过你，我投降。苏黎，别这样说。你太可怕了。你预判我去跟踪你，故意演戏，连七旬中毒都是提前备好的戏码，骗我对你动心，不过是为了你的身世大计。不是的，苏黎，我对你是真。护驾，有刺客！你的人，别贸然开门。有人放火箭。糟了！还有谁知道你在此约见？没人。隔壁半矿尹州的人是谁？凤栖宫的小太监柱子，我的人。主子，对方人多，把竹院围死了，火箭不停，房子起火，撑不住了。发信号，联系城西我们的人。快！属下掩护，主子带娘娘走。你轻功比我好，协助他的腰，他很轻，你一手御敌。
要是他受一点伤，我唯你是问。是，走。本宫怎么回来的？是七侍卫送娘娘回来的。皇上让七侍卫带您冲出了包围。皇上呢？娘娘，太后懿旨，请您速去金銮殿。皇上他好像是驾崩了。去金銮殿。他金蝉脱壳成了，死的是景昌帝。你为何私会四王爷？儿臣不是说了，是儿臣约的皇嫂。母后已明知此事，还问皇嫂作甚？启禀太后娘娘，确是皇上病天了。你说什么？皇上，皇后，说说吧，当时什么情况？臣妾至竹院见四弟，未及多言，火箭便至。皇上命七侍卫护我突围，臣妾不从，他便打晕了臣妾。是这样吗？是，臣护卫不力，罪该万死，请太后责罚。母后听清楚了，人儿臣已擒获，不若问问他们是谁指使。说，何人派你们？耳朵既无用，我便替你们割了。再不言，下一个便是舌头。我说是七王爷邝兴兰，目标是四王爷和皇后，我们不知皇上也在场啊！你们看清楚，本王是七王爷，你们的雇主是本王吗？就是七王爷。您说皇后和四王爷在竹院私会，让我们杀了他们，伪造成皇上动手，还说要挑拨苏家和北地造反，鹬蚌相争，一派胡言。本王根本不知他们约见，何谈安排杀手？母后，他们定是他人死事，故意构陷。你是说这几人拿性命诬陷你？我怀里还有七王爷的令牌。七旬，拿出来。是。还要狡辩吗？这不是我给的，谁？到底谁要害我？是不是你？是你陷害我！七弟冷静。二哥，一定是你！七弟休要乱诬。够了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还要狡辩？来人，将七王爷打入天牢，余下逆贼一并收监。冤枉啊！冤枉啊！今日至此，敲钟治丧。四王爷，今晚宿迎新宫，晚些来见哀家。皇嫂，节哀。多谢五弟。娘娘，多少用些吧，凤体要紧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按祖制，该由四王爷。哼，那个逆子，他若登基，哀家的棺材板都得让他掀了。那娘娘属意哪位皇子，都不是好东西。但邝兴兰必须死，是他毁了哀家一切。娘娘，水凉了，奴婢换了热的。贤良，你说邝兴兰如何得知我去竹院？娘娘，奴婢斗胆，周隐就是四王爷，对吗？何以见得？其一，七玄二人常去鸦雀所在的月星客栈，鸦雀是四王爷心腹；其二，竹院遇袭，周隐在场，却是四王爷的援兵解围，处处太巧。周隐即是邝隐舟，竟是真的。那他
知晓您弑君之事，敬畏揭发，也未趁机夺位。娘娘，四王爷求见。回他，本宫已安歇。是。王爷又说，他只想赴天牢一见属下，特来知会娘娘。准，让狗贤带路。你腿伤了？声音倒是学得挺像。怎么，皇后娘娘派人来套我话了？你若时时刻刻都这般谨慎，我此刻也不必以这个身份来见你。看来好得很。等等，你真是王爷？完了，那字条是皇后试探我的。主子没怪我，但肯定暴露了，这下如何是好？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见自己的母后，可与你想象中有何不同？抱歉，从未想象过。想做皇帝吗？不想。哀家不信。管你信不信。若哀家让你继位，继承不了。为何？一，儿臣毁容，祖制不和；二，儿臣是天煞灾星，祸国殃民，祸北地，足矣。这些哀家都能解决。你只需喝下那碗毒药，每月领解药，乖乖听命。儿臣怕苦，食不了毒，何况母后这般爱权，这皇位自己做便是。休要胡言！母后搞错了，不该是您拿毒药威胁儿臣继位，而该是您自己服毒，把解药交给儿臣。毕竟，母后如今就剩儿臣这一个亲生骨肉了。谁说哀家没有别的选择？哀家还能秘密除掉你，找个人戴上你的面具、假冒。这世上没几个见过你的真容。儿臣离北帝前早有交代，每日以特殊方式报平安，一日不报，北帝便知该做什么。母后信不信？儿臣一个信号出去，大军就能踏平京城。哼，逆子！什么人？你怎么来了？你这样就不怕他们发现你与……你不是说邝尹周跟个鬼一样？这话给了我灵感，我就扮鬼了，安全得很。去把外袍穿上。为何？你穿的比我还少。穿上。面具也戴上。出去，想见本宫，走正门，让宫人通报。就算走正门，这深更半夜，我来求见皇嫂，不合适吧？四弟也知道不合适。我来是想复盘今日之事。幕后主使，你当真信是邝兴兰？人证物证太全，反倒像栽赃。我疑心是邝继寒，或是那条鱼。那条鱼？邝献鱼，我以为你会说你了解他。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与他鲜少交集，不敢轻易定论。我也觉得被人监视了，所以你别再来，免得落人眼目。未必是外人，也可能是身边人。你指的是苟贤？若他真想置我们于死地，昨日景昌帝诗诗在前，百官在场，他一句话便能揭穿你我。他没说，要么无心，要么另有所图。景昌帝已死，再无秘密可拿捏。接下来你准备如何？上榻睡觉。明日哭丧，然后守寡。时辰不早，四弟请回，我想睡了。
迎新宫的水不敢喝，怕有毒。毕竟今夜亲母后刚逼我饮毒。苏黎，我想问你2个问题。第一，你今日设局揭穿我是邝尹州，就不怕我身份败露杀你灭口？第二，你既知道了，为何不在殿上当众揭穿我，把皇兄的死扣到我头上，反而把我单独约出宫，连你的人都要避开？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哀家一夜未眠，已定下新帝人选。今日唤你们来，便是相告。经哀家深思熟虑，决定。皇嫂，快扶皇后去矮榻，宣太医。皇后有喜了！你说什么？回太后娘娘，皇后娘娘确是喜脉，千真万确。静儿竟然留了子嗣。是啊，娘娘，天大的喜事！恭喜太后娘娘！恭喜太后娘娘！贺喜太后娘娘！皇嫂醒了。本宫怎么了？李太医说你有喜了，慢些。既然皇后有孕，进而留有血脉，新帝登基一事便暂缓，待皇后诞下皇嗣，再行定夺。皇后需好好将养，这孩子是进儿唯一的骨血。母后放心，这是儿臣与皇上的念想，儿臣定当护他周全。都散了吧，帝王并天礼还需筹备。诺。我试过避子药，他不可能有孕。娘娘，温太医临走前再三叮嘱，这保胎药需趁热服用。我当真怀孕了？是，温太医再三确认，绝不会错。明明服了避子药，为何会怀上？这孩子是他的。狗贤，娘娘，去天牢提鸦雀，亲送迎新宫交还四王爷。待本宫一句话，先前人已还，从此互不相欠。是。这是何意？回王爷，娘娘说鸦雀已无罪，特送还王爷，还说先前人情已还清，她与王爷从此互不相欠。互不相欠，她急着赶我走，是怕我爱着她去找野男人借腹生子吗？王爷，是属下无能，那自己模仿的太像，没察觉是计，坏了大事。起来，细说。那日属下收到一张字条，落款是七旬，笔迹一模一样，属下验了2遍才信。原来如此，起来吧。多谢主子恕罪。你腿疼吗？不疼，这点磕碰算什么？谢主子关怀。不，你疼啊！你明明疼得无法站立，去坐那张软椅。哎呦，经主子一提，这旧疾还真发作了，疼煞我也。天牢潮湿，
你这腿怕是废了，往后日日喊疼。启禀娘娘，四王爷麾下鸦雀双腿剧痛，无法站立，王爷请示可否传太医？天牢未曾用刑吧？荣燕亲自看守，无人敢私自动刑。鸦雀自称是救急，受潮复发。苟贤，带太医去瞧瞧。是。娘娘，李太医查不出新伤，鸦雀坚称是救急，只需炭火烘烤10日，开了止疼药便回了。知道了。给四王爷请安。娘娘听闻鸦雀腿疾，特送车用火盆1对，立炭数香，说够路上日夜兼程，燃5日不灭。替本王谢皇嫂，考虑的真是周到至极。这是连路上取暖都备齐了，就差把我推上车。武帝，你说你会不会不是父皇的亲生儿子？四哥胡说什么？莫紧张，随口一问。武帝生得一点都不像父皇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长相总该有几分父母的影子。龙生九子，九子不同。四哥慎言。是我失言，不过武帝这般聪慧，定是遗传了父皇。毕竟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只会打地洞物。娘娘，五王爷的身世不会真有问题吧？莫要胡言。那四王爷为何这样说？哼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是说与我听，介子要找像景昌帝的聪明的，否则孩子长相智力都露馅，绕这么大的弯子，就差报自己性命了。主子，这火盆炭力都备下了，明日真带着上路。再等等，你睡吧，本王出去一趟。主子，这么晚了去哪儿？如今您这身份去凤仪宫不妥。盯死了吗？防的倒是严。今日早朝，有官员提请培养新摄政，以备皇嗣亲政之需。满朝复议，太后已准。可商定了人选，太后直接定了五王爷。原来苏黎若不装运，太后要立的新帝便是邝献瑜。去慈宁宫。听说母后要培养新的摄政之人，儿臣可做此人。皇位给你，你不要，倒要摄政。儿臣又毁容，又是灾星，做不得皇帝，摄政王却做得。哀家已与百官商定，人选是老五，旨意都下了，岂能随意更改？那便设2摄政王，儿臣与武帝一同辅政。现下不也是母后与汪丞相双双摄政，2人共事，既可避免一人独大，又可互相牵制，母后大可放心。哀家让你做皇位，你不肯；哀家的要求你决然拒绝，你凭什么觉得你的要求哀家就会答应？所以母后不答应。也不是不能答应，你得先应下哀家的条件。服毒吗？何嬷嬷，你喝了它，哀家立马宣布你是摄政王。母后不信儿臣，儿臣也不信母后。这毒会不会立即毙命？除非母后先喝半碗，反正母后有解药，喝下去也无事，对吧？邝尹周，
是你有求于哀家，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。母后搞清楚，儿臣想要母后的命轻而易举，儿臣求人的态度取决于母后为人母的态度。所以母后打算用什么态度跟儿臣谈？这个时辰，四王爷跟潘鸦雀应该已经出宫回北地了吧？于情于理，本宫是不是应该跟他道个别？应该吧。四王爷呢？回娘娘。半个时辰前，王爷就出门了。皇后娘娘，娘娘，可是来找王爷？皇嫂可是来给我送行？先前本宫在北地承蒙四王爷关照，无论是为人情，还是身为皇后，本宫都理应前来送行。皇嫂不是说从此跟我互不相欠了吗？皇嫂不进来看看鸦雀如何将那么多碳粒子打包的吗？皇嫂这一趟想必不只是来送行，于情于理，本宫都该来。祝王爷一路顺风。顺不了一点。此去北地往北行，时值冬日，刮的是北风，我将一路逆风。苏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今日一别，可能此生再难相见？当真没有其他话对我说？希望你余生平安顺遂，健康喜乐，长命百岁。你是不是巴不得我赶快离开？可是怎么办呢？我走不了了。走不了，可是太后阻拦，她用我威胁你了。是太后决定培养我为摄政王，日后辅佐你腹中的孩子。你对，不是邝献瑜吗？我同他一起，双摄政王。你是不是故意试探我？太后怎么可能会让你摄政？我为何要试探你？这件事千真万确，很快就会有旨意下来。苏黎，告诉我，你现在是何心情？是惊喜，还是惊吓？我不知道，你是不是答应了太后什么条件，食毒了？若我说是呢？你担心我？我只是不愿欠你，太后绝不会容你掌权。苏黎，你就是在担心我。到底食没食毒？没有，我只是承诺太后5年后交出北地兵权。至于留下，只是为了查清身世，与你无关。放心，我不想欠你。五弟，你老实告诉皇兄，你是不是对皇嫂有什么非分之想？四哥又胡说什么？不然我想不到别的理由，你为何会答应做这个摄政王？那四哥呢？难道是四哥自己对皇嫂有见不得人的心思，以己夺人，觉得别人也是？我跟五弟可不一样。众所周知，我邝尹州狼子野心觊觎皇权，能做摄政王自然求之不得。而五弟你淡泊名利，无心政事，纵情山水，怎突然就愿意摄政了？我只是觉得皇室人丁稀薄，身为皇子，理定为母后分忧，为国为民出力。还得是五弟啊，这觉悟哪像我，满脑子只有权力。以后跟五弟学习，爱国爱民爱天下人。都给哀家闭嘴！再敢胡言，滚出殿去！既然你要摄政，就得认真对待。母后教训的事，儿臣一定谨记。所有王爷在宫外都有自己的府邸，你既然要留下摄政，自然也要有。就住迎新宫就好了，住母后眼皮子底下，母后的心才能放到肚子里。难道儿臣说的不对？住宫里双向牵制，对大家都好，不是吗？儿臣身边就鸦雀一人，想调些北地亲信入宫护卫。哼，恭敬森严，休想！
宫里这么多太监宫女，还不够你使唤？可他们不会武功，儿臣这般遭人恨，没几个高手护着，万一暴毙了，母后不好跟北帝交代吧？就让七旬跟着你，他武功高强，又是先帝的人，正好满足你的要求。那就劳烦七侍卫了。属下荣幸之至。又慢了一步。主子，皇后娘娘出宫了。出宫？找人借子去了？可知是去哪里？不知，属下也不好打听。走。主子，那属下的腿还要不要疼啊？要是疼，我可跟不上你们。你以为皇后真信你腿疼？啊？皇后没信？快点吧，少废话。我们兵分3路，用轻功上屋顶，视野开阔，方便找寻。皇后的马车车顶有凤凰展翅木雕，门幔窗幔都是墨绿色。若发现皇后踪迹，就放一枚烟火，我看到了第一时间赶过来。是。孤男寡女，关门闭户。苏黎，你竟找了个这么大年纪的！你怎么来了？这位是？他夫君。这么一把年纪了，还有自信出来赚这个钱？你可以走了，你们的买卖到此为止，拿上银子滚！别走，是个误会。先带大伯去隔壁茶点。是。你做什么？这话该我问。戒子，挑这么个老的，能怀上？找也要找一个年轻的、身强力壮的吧？谁告诉你我是来戒子的？人家是桂嬷嬷的堂兄，找他打听桂嬷嬷当年的事。你不是想知道自己的身世？什么？你看你把人吓成什么样？你在帮我查身世？不全是，我也是当事人，想知道当年真相。既然如此，我跟你一起问。不行，他本就谨慎，人多更不敢说。况且你不走正门，非要翻窗，活像个贼。你刚才自称是我夫君，不然，难道让你告诉他，我是你那死鬼皇帝的姘头？既不及戒子，也不像已经怀上，难道是等我婢子要过期？他巴不得我回北地，怎么会等我？先回宫，夜里再找苏黎问清楚。公子哪里不适？有难用婢子药的解药吗？没有。劳烦看看我体内的婢子药药力还剩多久？公子脉象平稳，体内并无婢子药啊。确定？确定。你康健得很，哪有什么不育之症？多谢。主子，去龙吟宫书桌第3个抽屉暗层有2粒你之前买的婢子药，拿来。是。是难用婢子药，3日效的。属下该死，当日药铺的人说是3月效，属下未加核实，请主子责罚。起来吧，阴差阳错，你也算是办了件好事。所以皇后娘娘怀的是……主子，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啊？
又衰老了吧？今夜怎么放我进来了？桂嬷嬷堂兄的话，得告诉你。若我不来，你岂不是要一直等？我知道你会来。桂嬷嬷早年便入了宫，堂兄知道的不多，但有一点能肯定，他的死有蹊跷。他自幼识水，纵失足落河，也不致溺死。这堂兄你从何处寻来的？我让狗贤寻的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我也在查他。他倒是神通广大。不喝吗？你不是说迎新宫的水不敢喝？你不是说不至于吗？时辰不早了，回吧，我也困了。苏黎，我今日去医馆查过，我体内的避子药药效已经过了，所以你借子的对象能不能考虑考虑我？先看看我这张脸，与景昌帝一模一样，借我的子，日后孩子像我，旁人只当像景昌帝，绝不会疑他不是龙种。我年轻有体力，又熟悉你的身子，这世上知道你假孕的人只我一个，你不用我，用谁？用别人不怕被讹上？我考虑考虑。这都火烧眉毛了，还考虑什么？还有比我更合适的吗？抱歉，一时没忍住，你歇着，我走了。真是一步错，步步错。当年那逆子还在襁褓里，就该弄死他。娘娘也不必太忧心，在四王爷眼里，您是生身母亲，他再忤逆也不敢把您怎样。不如双管齐下，一面想法子辖制他，一面慢慢谋划。你说的有理，他如今攥着摄政王的位置，无非是仗着北地兵权在手，哀家得从根上断了他的倚仗。那娘娘打算如何做？今年还没办赏菊宴，明日就请各家进宫赏菊，世家女都可来。娘娘这是替老四老五挑王妃，他们的枕边人若是哀家的人，还怕拿捏不住。只是国丧未过，就哀家没说立刻促成，先借赏菊宴让他们见见，哀家观察观察。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，哀家倒要看看这条路走不走得通。听说姐姐怀了龙嗣，全府都欢喜坏了，恭喜姐姐，多谢。皇嫂是没见过菊花吗？还是喜欢凑热闹，非要往人多的地方去？我要是皇嫂，就好好在位子上坐着，人多眼杂，万一碰着腹中的龙丝怎么办？皇后娘娘恕罪。无妨。二哥，我如果是你，看到皇嫂肯定绕路走，毕竟你现在最招黑。四弟这话什么意思？皇嫂腹中龙嗣若有闪失，第一个被怀疑的就是二哥。你既有夺嫡前科摆着，又没轮上摄政。二哥，听我一句劝，离皇嫂远点。婉儿敬四王爷，祝王爷所行皆坦途，所许皆如愿。你喜欢本王？别喜欢，本王不喜欢你，本王只喜欢权。你可以喜欢武帝，他一表人才，听说小时候没少往你们苏家跑，青梅竹马，知根知底，多好。
四哥今日是存心要跟我过不去。我这是给武帝牵红线，何得过不去？红线四哥留给自己吧，我的事不劳费心。哦，所以武帝是看不上苏婉姑娘。美人计对着逆子也不好使。这厮做回自己，真是口无遮拦，毫无顾忌。今夜又知道我会来，芥子一事迫在眉睫，我得赶快办了。昨夜你自荐，我说考虑，你今夜定会来问结果。所以结果是跟你借，确实最便捷、最安全。难道他真没怀上？今夜就借，你可以吗？你当真？难道你的自荐是假？你确定体内的避子药药效过了？怎么了？抱歉，我想起在北地燕雀府，你让我在你面前一件件脱衣服的样子，我心里过不了这道坎儿。你无需致歉，该说抱歉的是我。口干，你也喝点儿。有感觉吗？什么？既然清醒时过不了坎，那就不清醒时做。我在茶里下了媚毒，下了药。松手！我没下药，放心，就是茶水，不会对你腹中我们的孩子造成什么效果。此地无银欲盖弥彰，你这一慌，倒把真运亲口认了。别再编理由了，我既当面说破，自是早已确定。你几时知道的？昨日去医馆，大夫说我脉象根本没避子药，验了剩下2粒，7旬买的所谓3月效，竟是3日效。原来如此。我知道你怕我借孩子缠你，威胁你，威胁绝不会有。至于缠，就算没孩子，我想缠照样缠。倒是坦诚。那你说，如今知道了，打算怎么办？不怎么办？你想他是邝玄镜的孩子，他就是。我说过吴兴皇位、介子上位的事不会有。今日赏菊宴说只喜欢权，是说给那些世家女听，免得来沾边。连皇位我都无意，岂会稀罕权势？苏婉，你看不上我知道，可今日几个世家女不错，你不能因一棵歪脖子树放弃整片林子。我不许你这样说自己，你哪里歪脖子了？我还能信你吗？能。你若有顾虑，也可以像太后那样让我食毒，你让我便食。那倒不必。你那日为何要让景昌帝身死？继续做帝王，查身世不是更方便？原因有4：1，你已识破我，不愿再与我做夫妻；2，危急时北地的人来救，邝尹州必须现身；3，那些人要我死，我也要他们的主子死。我们之中谁死的最有分量，自然是景昌帝，死是最要紧的。我不想做任何人的替身，不想一直做邝玄镜。我是我，我要过自己的人生，尤其是与你。对了，明日玄和调来凤栖宫，对外只说我这摄政王爱权如命，要护住权柄的根基。退下吧。我想问皇嫂，对我做这摄政王，可有什么想法？是赞成还是不赞成？武帝怎会这么问？这是太后与百官的意思，本宫的想法不重要。不，对我而言很重要。四哥近日处处针对我，若皇嫂也不赞成我摄政，
我明日便去太后娘娘面前请辞。武帝从小志向远大，又有经世之才，本宫自然希望武帝摄政。四弟这几日处处针对你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明白了，多谢皇嫂。我还想是何人跟皇嫂说不能让人听的惊天大秘密，把工人都支去了院子，原来是武帝，让四哥见笑了。武帝当真让人见笑，随身揣着这3岁孩童玩的物件。好在我销毁的快，只我与玄和看见，否则堂堂摄政王揣着孩童玩具，怕要被人疑，在外养了外室，有了私生子。这谁说是孩童玩具？啊？我看着像孩童玩的，不是吗？不然那是什么？不管是什么，那也是我的东西。四哥凭什么私自毁了？我是为武帝好，怕被旁人看见惹误会。用不着你管。怎么了？我的羽鸟牌被四哥毁了。羽鸟牌？我只听说过雀牌，京城玩的不一样吗？真能装！我赔你10块，找全城最好的匠人，刻鸽子、刻鱼。武帝别气，赔我，也不是原来那块了。皇嫂好生歇着，臣弟告辞。邝应周，你幼不幼稚？幼稚的难道不是他，把你们5岁前玩的东西揣身上，故意吊在我脚边？他想告诉我，与他青梅竹马知根知底的不是苏婉，好在他的对象是我，若是别人呢？不会因为他的行为去猜疑你们2人的关系吗？一个小时候的玩意儿，能猜疑什么？我看猜疑的只有你。龙吟宫看奏折的时辰到了，你好生歇着，玄和我已带来，有事吩咐他。算了，不想跟他吵，她怀着孕，不能动气。怎么了？撞到哪里了？快让我看看。是不是很疼？得赶快冷敷。不用，我没事，我皮肤就这样，碰一下就红。真没事？我还以为你今夜不会来。没有，怕你在等。你是不是生气了？白日我怪你毁邝县瑜的鸟牌。没有，只是不想跟你吵。你怀着孕，动气不好。你觉得他是故意掉的？你不觉得他早发现我对你的心思了吗？他若没发现，会故意把那破牌子掉给我看？揣在袖里的东西哪那么容易掉？有没有可能是不小心？比如迈门槛的时候袖子甩掉了。你会把一个不起眼的旧物珍藏10几年随身带着吗？算了，你这榆木疙瘩理解不了。说多了又该说我小题大做。怎么了？撞的地方疼？好冰。下次我推窗前，先敲一下窗提醒。邝颖洲，我们扯平了。什么？我说你小肚鸡肠，小题大做；你说我榆木疙瘩，外加给我额头这么一下。还是你亏了。我不痛不痒，你受痛了。现在你也受痛了，我也不亏了，我们真正扯平了。现在是我亏了，
你我都受痛了，但我见血了。那我也放点血。逗你的。我咬破他，是给他个惩罚。下次在口无遮拦口出狂言之前，想一想他的痛。好，我一定再接再厉，争取让你多咬，让他多痛。对了，我认识一个做人皮面具的，几时让贤良去给你做一张毁容的人皮面具。青铜面具万一掉了，或者被人弄掉了就麻烦了。先贴张毁容人皮面具稳妥些。好。今日早朝，苏国公奏岭南连日大雪，苏家军不善血战，边国屡屡试探，恐大举来犯，求速派善血战的将士，你们怎么看？武帝先说，飞虎将军未雨绸缪是对的。论血战，无人比得过北地将士，朝中应速派人，要快。那你觉得朝中何人堪当此任？北地半年积雪，血战经验无人能及，四哥麾下的将士最合适。别看我不去。千里迢迢从北地到岭南，等走到黄花菜都凉了。再说我的人去了，苏家军不欺负他们。四王爷多虑，只需派几名老练将领前去指导。对，就派你的人去，哀家下旨，苏国公书信为凭，看谁敢怠慢。母后就不怕儿臣趁机渗透苏家军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话？北地军跟苏家军素来势如水火，我的人少，去了怕受欺负，儿臣得考虑考虑。岭南告急，飞虎的信你看了吗？四王爷一直说要考虑，再拖你大哥就危险了。父亲找过太后，也去过迎新宫了。你去跟四王爷说，你腹中孩子是他的摄政根基，他总得卖你这个人情。父亲都无用，我去有用。兴许有用，这事迫在眉睫，快去！敌方真来犯，你大哥就危险了。皇嫂前来也是为了岭南一事。正是，烦求四弟。四王爷，此事10万火急，实在耽搁不起啊。关我什么事？北地守北，苏家军守南，又不是我的人遇险。平日不练兵，雪灾就慌，倒怪我耽误时间。父亲先去殿外稍等。你额头还疼吗？没事。好难得你会来迎新宫。你为难太后和父亲，不就是等着我前来吗？我已先派人动身，故意为难，是要他们看看你腹中孩子的分量，明白苏家靠的是你。可万一兵败，苏家军把责任全赖到你们的人头上，你怎么办？你担心我？还有件事麻烦你，能让小六跟你们的人一起吗？他从小想上战场，跟着大哥二哥也受气，嫡庶有别。苏天赐，行，我让我的人好好带他，是带领的带，也是善待的待，你放心。听懂了。12岁正好历练，我11岁都能带兵了，放心，我定护他周全。王爷，太后娘娘来了。逆子，她是皇后，是你的嫂子，你竟敢让她下跪！母后误会了，是皇嫂自己扑通跪下的，吓了儿臣一跳。既然是皇嫂腹中胎儿让我做了这摄政王，又有这般诚意，岭南支援的事，儿臣应下了。多谢四王爷。那便速派人，莫要误了边关大事。儿臣有2个条件。讲。1，苏家军一切行动听指挥，有异议可提，但不得擅自行动。太后须将此条写入懿旨。哀家答应你。2，让苏天赐随我的人一同前往。为何？你想让一个孩子做人质？苏国公要这样理解也可以，但我们的人会确保他安全，并善待他。有苏天赐随行，对外可说是他带人驰援。军功本王不要，给苏天赐便是。四王爷为何放弃军功？本王要军功作甚？有无军功都不会带来半分荣耀，
只会让人更悼我狼子野心。胜，军功属苏天赐；败，本王与苏家军各担一半。行，我答应。也请四王爷信守承诺，保护好我儿。多谢四弟。不必谢我，谢你腹中孩儿，我全是看在他的份上。既如此，哀家去你一旨，你立完字据，便速速安排人手。苏国公先回去跟天赐交代，字据我立好给皇嫂。你倒跪得快，需要你跪吗？不是你说的，让他们都记着我的好，我就干脆来猛点。邝允州，谢谢你。我要奖励。什么奖励？昨夜你咬了左边，现在咬右边，咬对称了。王爷，苏国公去而复返，说还有事要问。进来。我一会儿将天赐交给谁？是带进宫交给四王爷，还是四王爷的人去国公府带人？带进宫吧，本王亲手将他交给本王的人。好。轻功不错嘛，飞得挺快挺高。你忘了自己是有孕之身？一时情急嘛，我有把握。刚才的奖励不要了。别打扰我写字。一会儿苏正阳再回来，发现我半天3个字都没写全。你确定不要吗？太后娘娘，四弟不必如此慎重斟酌字句，刚刚怎么说的就怎么写就好了。母后有事。母后，你既已答应哀家和苏国公，就该信守承诺，何必磨磨蹭蹭为难皇后？母后冤枉，儿臣实在是腹中墨水少，怕写不好。快写，哀家就在这看着，方才怎么说的就怎么写。母后看看可有错？谢母后，那儿臣先回凤栖宫歇着了。苏黎怀着你哥哥唯一的血脉，你又不要军功，把功劳全给苏家，就不怕苏家势大？苏家再势大，也不过是武将，朝政还在母后手里。论武，儿臣不怕他苏家。昨夜主子回来嘴上有伤，你说他们昨夜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冲突？你觉得什么冲突能伤到主子的唇？除非是咬的，不然伤不到吧？这不是知道的很清楚吗？你们姐弟说吧，我在外面等。姐，我是想上战场，可我不想做人质啊。不是人质。四王爷欠阿姐人情，答应会护你周全，教你本领，机会难得，好好学。真的吗？阿姐几时骗过你？好。这是注意事项，路上认真看，牢牢记心里。阿姐，得走了，跟他们约好的时辰。对了，明日景昌帝头七，我得去皇陵守灵1日，今夜想早点睡。阿姐，阿姐，怎么，不高兴？没有。你被父母姐姐保护得太好了，快12岁也该懂事了。你母亲在国公府过得好吗？不太好，薛姨娘仗着父亲宠爱，没少给她气受。薛姨娘嚣张，靠的是她2个儿子的军功。你姐姐贵为皇后，荣宠全在帝王一念间。
可手握兵权的人，皇帝都得礼让3分。你是苏家唯一的嫡子，不想母亲被欺负，就得有所作为，成为他们的底气，懂吗？一会儿有个叫唐九的，往后是你贴身侍卫。你能使唤他，但也得听他的。你犯错，他可罚你，你得受着。岭南支援一事已安排妥当。母后须知，此战喜大赵存亡，切莫暗中动手。国清，则你的权势皆空。北地刺杀苏天赐的杀手是你的人，儿臣将尸骸分与诸王，以示留你情面。希望母后要点脸。主子今夜不去凤栖宫吗？不去了，免得又发生冲突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明日一早就回去了。我知道，但还是想来看看你。区几个守卫，有玄和打配合调虎离山，轻易就进来了。我还以为你会问我怕不怕。一人在这都是死人的地方，深更半夜的。那你怕吗？怕死了。确实怕死了，怕自己死了就只能让对方死，对吧？对了，你的五官尺寸还没给我。苏黎，你觉得我像太后吗？不像。我也会觉得不像。我怀疑我跟邝玄镜并非他亲生。邝玄镜死时，我没从他眼里看到一丝痛失爱子的悲伤，只看到失去傀儡的失望。若我真不是他亲生，这些年心里那份不理解也就释然了。邝颖州都过去了。太后确实生不出这么好看的儿子。你喜欢吗？不知道。若说喜欢，景昌帝也长这张脸；若说不喜欢，此刻又确实赏心悦目。苏黎，你有没有把我当成他过？没有。你是你。邝颖州，你要是实在难受，我帮你。我带了幻欢，定国寺那次之后，我一直揣着。我谢谢你，不用。苏黎，你知道我那次换欢的对象是谁吗？当然，你说过的，陈飞。不是哦，是你。你闭眼是故意的？当然，我全程有意识。那次你画像没记住掉地上，我们四目相对，我故意闭紧双目，不想最后看到的是陈飞。邝颖州，你好心机啊！你该表扬我，费尽心机也想自己的第一次是同你，虽然只是我的幻境。那时，你对我应该还无意吧？那时确实无意，但不排斥你。对陈飞，却是极度排斥。这里没有石漏，也不知什么时辰了，肯定很晚了。你回去吧。没事，你躺我怀里睡会儿，天亮前我再走。
醒了，喜欢我的叫醒方式吗？天快亮了吗？那你快回去吧，一会儿就有人来了。你把玄盒给我，确定是为护我安全，不是为你自己方便？前者首要，后者顺便。娘娘，这是上午武王爷送过来的。娘娘不想吃吗？太医嘱咐了，孕早期要断掉所有零嘴，先收着吧。是娘娘。这铺子不是早搬走改卖成衣了吗？她是怎么买到的？一点没变，还是小时候的味道。王爷，国公府苏姑娘求见。是苏二姑娘。是的。就说本王不在。等等，将她带去花厅，本王一会儿就去。是。武王爷，苏姑娘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武王爷，当真看不上婉儿吗？苏姑娘何出此言？那日四王爷说的，您没否认。既然您没看不上婉儿，若婉儿想做武王爷的侧妃，王爷愿意吗？苏姑娘不是新月四哥吗？没有，赏花宴上敬他茶，不过是想全他面子。谁会心悦一个容貌尽毁、命中带煞、狂妄自大之人？王爷您莫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，才是婉儿心仪之人。多谢苏姑娘喜欢，只是皇兄刚崩壁，本王暂无纳妃打算。那侧妃不为阻滞，况且苏家如今掌兵权的是婉儿两个亲哥哥，他们最疼婉儿了。王爷若娶了婉儿，等于也有了兵权。本王要兵权作甚？四王爷手握兵权，连太后都忌惮，同是摄政王，您岂能无兵权傍身？有兵权才不致被他压制。纵使您无心争权，既已摄政，便该有所作为，为黎民着想，断不能容他一人把持朝政。苏姑娘说的好像有点道理，本王考虑考虑。皇嫂，我送的枣干，皇嫂拿到了吗？拿到了，谢谢武帝。皇嫂觉得味道如何？是不是还是一如往昔？还没吃呢，太医说孕早期让本宫断了所有零嘴。是我欠考虑了，皇嫂这时候确实得忌口。对了，苏二姑娘今日找我说想嫁我做侧妃，皇嫂意下如何？挺好的呀，如此本宫便既是你嫂又是你姐了。老远就看到御花园这边人影绰绰，我还想是谁在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，没想到是武帝和皇嫂。武帝正好在，上次弄坏你那块木牌，我让人新做的好了，正好给你。抱歉，武帝那块刀工太拙，实在没看出是个什么鸟。雕刻师傅说鸬鹚10余，木牌上有余便刻了只鸬鹚，不比你那块差吧？四哥自己留着吧，先前就说了，再赔也不是我那块。四弟五弟你们继续，我先回凤栖宫了。皇嫂怎么能走？得给我做个见证，证明我赔给武帝了。皇嫂的确不能走，那块鱼鸟牌跟皇嫂也有关，那只看不出什么鸟的鱼鸟牌还是皇嫂刻的。啊，所以是武帝跟皇嫂的定情信物？四弟慎言，那只是本宫与武帝小时候的玩具，5岁时的事。只是少时玩具啊，那武帝5岁的玩具还揣身上作甚？这样很容易让人误会的。我非常庆幸将它毁了，否则被人看到，武帝皇嫂都要被议论。夜里凉，皇嫂身子重，早些回去，我出宫回府了。
五弟慢走。夜里凉，皇嫂身子重，还不回去吗？我早就要回去的，也不知是谁说我不能走。傍晚御花园门口，那条鱼跟你说了那么久，说了些什么？上午还没从皇陵回来，他送了一包南酸草干过来。就这玩意儿？别看它其貌不扬，是我小时候最爱的零嘴。那家铺子早关了，我多年没吃到。你的意思，他得到此物是费了一番精血喽？好感人。别吃，我就尝一粒你都舍不得。不是，我自己都没吃，你就不怕有毒？你不是说竹院一事不知他是否参与吗？就算他不会明目张胆下毒，可万一是无色无味，要很久才发作的慢性毒呢？口腹之欲可以忍，我赌不起。而且，我也不想你不高兴。你不是说他觊觎我吗？既如此，我更不能随便吃他送的东西。苏黎，你回得很好，他确实在试探你对他的态度。我知道，只是苏婉若嫁给他，苏家和他利益绑定，并不是我想看到的。放心，他不会真娶苏婉，就算娶了，也不足为惧。你若还担心他与苏家利益互绑，我倒有一法子可破。何法子？我娶苏婉。挺好，那傍晚送矿线鱼的话，可以送你了。从此我既是你嫂，又是你姐，想娶苏婉，先叫声姐姐听听。我这皇后的意见可重要了。姐姐，那个，奴婢不是故意的。快叫，我没听清，再叫一声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给你，我亲手刻的，你也得刻一块送我。你跟一个4岁的孩子比什么？我刀工拙劣，别让我丢人。我送你个别的。你不知道矿线鱼那块是香樟木吧？我当然知道，但没用。香樟木对孕妇不好，我用的普通松木，安全。对了，你的人都会口技吗？没有，我就只教了七旬、玄和。任何声音都能模仿？只要听过记牢的，基本都可以。那你模仿我的声音试试。尹州哥哥。你的尹州哥哥是不是很厉害？什么尹州哥哥？我是你嫂，你教我口戏吧。好啊，先教你几个基本口型。第一个，嘟嘴。是这样吗？对，很好，保持住，然后闭上眼。还要闭眼？闭眼才能感受口型的力度，学得更快。邝尹州，你故意引导我，是不是就想和我靠得这样近？属下还以为主子今夜不回来了呢。备水，我要沐浴。去凤栖宫前不是沐浴过了，大冬天也没出汗。主子，属下看书上说，孕妇头3月得进房事。你觉得连你都知道的事，我会不知道？主子，方才碰到何嬷嬷，她问属下有无发现您每日跟北都报平安的方式，属下回她还没有。我说许是因为属下是皇上的人，主子不信任属下，这样回可以吗？可以。对了，
让咱们的人暗地里查一查国公府的薛姨娘。薛姨娘，苏飞虎、苏承熙、苏婉的生母。主子为何突然查她？感觉她身上应该能查出点东西，查看看吧。是。娘，王爷让给您的。南萱草干，就是这个味儿。管的还真多。你自己看。小六真的立了军功，还学到了本事。匡允州，谢谢你。夜里你再谢。这么大的雪，你还来？已按你要求隔3日才来一次，你还要剥夺我来的机会。路上都是积雪，你过来会留下足印的吧？你不知道轻功的最高境界叫踏雪无痕吗？你竟然练到了踏雪无痕？不是我，是七旬，他送我来的。七旬的武功那么厉害吗？我还以为你的关注点会是他送我。你说送我的礼物呢？都过去那么些天了。怎么样？毁容的疤痕可都是我亲手设计的，喜欢吗？可太喜欢了，我就知道，对这女人不能有过高期待。戴脸上试试。一会儿回去再戴，免得吓到你腹中的孩子。这才是送你的礼物。等一下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说。这个船是榫卯结构拼起来的，黄鹂也是。拉这根线，黄鹂就会挥翅从甲板爬到帆顶，反着拉就会下来。你做的？你喜欢吗？喜欢，当然喜欢。没想到你竟会这些机巧之物。你是多大开始钻研技巧的？放心，反正不是5岁之前。你那点小九九，当我不知道。你今夜送我2个礼物，那我明日也送你一个天大的惊喜。别是惊吓就行。怎么可能？明日你就知道了。你不是要为苏天赐的事感谢我吗？你想我怎么感谢？舍不得我走？不是，一想近距离看看你学老鼠叫；2想欣赏一下七旬的踏雪无痕。恐怕要让你失望了，我不需要七旬来接。怎么样？好厉害！很巧的心思。这是主子买给皇后娘娘腹中孩子的玩具吗？那么早就备上了？这看起来像玩具吗？属下觉得是5、6岁孩童的玩具，1、2岁玩不明白，7、8岁又嫌幼稚。你不是要去准备沐浴的水吗？哦，对，属下这就去。姐姐怎不问我为何进宫？不是很关心，是太后娘娘召父亲和我进宫，太后要将我与武王爷赐婚，所以邝献瑜答应了。姐姐应该开心，如此一来，武王爷必更尽心帮姐姐腹中孩儿摄政，毕竟是帮自己的亲外甥，那就提前恭喜妹妹了。我们走。娘娘，出事了！
何事？薛姨娘与聂尚书在烟霞客栈私会，被国公爷当场捉住。据说聂尚书才是大公子的亲生父亲，国公爷气得不行，两人大打出手，还闹进了宫。聂尚书，刑部尚书聂承恩，正是。国公爷说大公子是聂尚书的种，他养了20多年的野种。娘娘，国公爷气得脸都青了，薛姨娘和苏婉都在慈宁哭呢，咱们要不要过去？去。皇后来得正好，这是你们家的家务事，哀家不好妄断，你看看怎么办？父亲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个贱妇，嫁我之前就与姓聂的有一腿，让我替他们养了20多年的野种，我今日把他们捉个正着。怎么会？这其中莫不是有何误会？捉奸在床，还有何误会？那二哥和妹妹是？承熙和婉儿是苏家血脉，是苏家的。父亲，我虽为皇后，毕竟是嫁出去的女儿，不好对娘家事指手画脚。今日这事事关重大，该由父亲做主。皇后说的有理，苏国公，你的家务事你自己处理。我要这女人滚出国公府，收回那野种的兵权。老爷，求您开恩啊！父亲，家丑不可外扬，您难道想闹得满城皆知，让外人看国公府的笑话？妹妹这话就说错了。你明知父亲最讨厌被人威胁，做不得冤大头。父亲最是磊落，又没做过亏心事，怕什么笑话？笑话！我戎马半生，对得起君上，对得起百姓。倒是你这个贱人，给我戴了23年的绿帽子，飞虎的兵权我必收回。不行，飞虎的军功是自己挣的，你凭什么收？凭我是苏家的一家之主，凭我还没死。既然国公主意已定，哀家也不好多管。皇后可先回宫歇着，剩下的事国公自己处置便是。皇后留步，回去告诉你母亲，我今晚回府，让她先把薛氏的东西清出来。是，父亲。你知道我会来？当然，你送的天大惊喜，我收到了。什么惊喜？别装了，薛姨娘的事是你做的吧？这个惊喜，喜欢吗？很喜欢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之前就觉得薛姨娘不安于世，派人跟了她几天，果然逮住了她和聂承恩私会的证据，顺水推舟罢了。可你之前为什么会想到查她？3个原因：一，要替你把苏家的权夺回来。薛姨娘是关键，她在内是你父亲最宠的人，在外是2个军功儿子的亲娘，瓦解这一切，得从她下手。2，男人的直觉，头回在国公府见她，我就觉得她不安于世。3，我想从她身上查我的身世。你2个哥哥是她生的，你出生那天她在府里已有地位，桂嬷嬷的事，她未必不知。邝应周，你若是敌人，是真的很可怕。放心，我只会是你的男人，不会是你的敌人。好好说话。这件事最终怎么解决的？我父亲回府处理了。依我对他的了解，薛姨娘被赶，大哥兵权被收，跑不掉。那明日必议苏飞虎兵权归谁？你父亲怕是要推苏天赐。小六是嫡子，又有岭南军功，父亲唯一能委以重任的就是他。只是我担心他年纪太小。我会从旁促成，你别担心他担不起。苏飞虎身边的老军师黄九州是你父亲旧部，唐九是我亲手带的，给小六做贴身侍卫盯着，犯不了大错。邝应周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些。你就不怕我搞渗透，安插自己人在小六身边，
放长线钓大鱼，哪天夺了你苏家兵权？怕，当然怕，但没关系，我有人质。你的孩子，在我身上，你还敢造次？那确实不敢。你一查薛姨娘，2座大府一夕之间鸡飞狗跳，我们这样是不是很不道德？不过也是他们活该。聂承安府里8房妻妾还不够，偏去偷别人的妾，颜面扫地都算轻。至于苏承熙、苏婉，已不足为惧。有薛姨娘这根刺，父亲再不会像从前那样偏疼他们。娘娘放心，龙胎安稳。有劳了。娘娘，太后娘娘派宫人前来，请娘娘前去金銮殿。二王爷，哀家已按你所言把人都召来了，你最好确有要事。让他们抬进来。什么东西？这是金銮殿是你能随便放这些东西的地方吗？母后息怒，看看里面躺的是谁。娘娘，是皇上。静儿，怎么会是静儿？她的尸身不是已经葬在皇陵了吗？先前竹院烧焦的那具，已被多方验为皇上葬入皇陵，怎么又冒出一具？母后，儿臣也是偶然所得。先前大理寺、刑部、太医院都验过竹院的尸身，说那是皇上，可这具尸体怎么解释？是谁？到底是谁对我们所做之事了如指掌？回太后，确是景昌帝真身，无人皮面具，无易容。邝继寒，你说清楚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尸身究竟是真是假？那就要问四弟了。人是我杀的，我和邝颖洲一起埋的，为何只指向邝颖洲，撇开了我？二哥，何出此言？当日竹院，四弟先杀了皇上，遇七弟的杀手放火箭，便弄具尸体冒充，把弑君之名推给七弟。皇上额头、心口的伤，便是铁证。二哥编得很合理，可凡事讲证据，不能随口一个故事就说我杀了皇兄。证据，我当然有。让人进来。末将陶大建，北地军副将，拜见太后娘娘，娘娘吉祥。起来说话。抱歉王爷，属下受不了煎熬。主院那日皇上却被王爷所杀，王爷将尸身交我处理，再三叮嘱处理干净，属下不敢违命，又不忍，便偷偷以水晶棺保存了。哼！定国寺那日，皇兄胸口中过一箭，几位再验验棺中尸身胸口有没有旧疤。回王爷，匕首刺中同一位置，旧疤被新伤盖住，实在没法判断此前有没有疤。陶副将，水晶棺千金难求，你一个无父无母靠军中补贴的孤儿，哪来此物？还那么凑巧，我一杀皇兄，你就拿出来保存的这般完好。这个不重要吧？跟四弟弑君有何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一个不该有水晶棺的人有了它，只能说明棺是别人的，他是受人指使，存心诬陷我。我还有证人，他也随我进宫了，就在殿外候着。让他进来。这是无由，也是北地兵士，当日就是他奉四王爷之命准备的假尸。回太后，当日时间紧迫，要赶在大火熄灭前把假尸塞进屋。小的见放火箭的黑衣人里有个身量像皇上的，就杀了他冒充。这是从他身上搜出的七王爷令牌。哼，四弟杀了皇兄，又拿七弟的令牌栽在替身上，好一招借刀杀人，把弑君的脏水全泼给七弟。
四弟，两个证人都是你的人，况且当日是你把那具焦尸送进宫，是你说那是皇上，若非你所为，你为何那般认定？五弟，你为何背信弃义？当日竹院合谋，我们可立过誓约，绝不背叛。如今我做了摄政王，怕挡你的道，你就把我卖了。四哥胡说什么？是不是胡说？五弟心里清楚。当日你乔装成我的手下，同我一起去的竹院，这点皇嫂可以作证。我未认出是五弟。你要认出了还叫乔装易容吗？皇兄来后，我介意不说话，留皇嫂在房中。皇兄认出五弟，怒斥我们勾结，我情急拿砚台砸晕了他。是五弟一匕首下去又快又狠，真正动手杀人的是五弟。这些都是四哥的妄断。哀家记得当日皇后说杀手放火箭时，皇上让七旬先带他离开，那时皇上还活着。可你们如今说皇上在杀手来前就死了，这怎么回事？母后，让七旬带皇嫂离开的人是儿臣，儿臣模仿皇兄的声音吩咐，正是想改皇兄的死亡时间，让人以为他死于后续大火。七旬，快先带皇后离开！我如此处心积虑帮五弟脱身，五弟却想推我一人出来背锅。母后，儿臣完全没参与，是四哥东窗事发，含血喷人，死也要拉个垫背的。儿臣与四哥的关系，母后都看在眼里，怎会同流合污？请母后明鉴。五弟，做人不带这样的。是你让我在朝中装作与你不和，我才故意挑衅你。如今倒成了你撇清的理由，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母后，是五弟找到儿臣，说儿臣的身世有问题。胡说八道！他说，只要我同意合作，帮他上位，就告诉我身世的秘密。邝颖舟，你胡说什么？母后别听他瞎说，他太可怕了。哼，我可怕？可怕的不该是你吗？人前一套，人后一套，10几年如一日。什么人淡如菊，无心朝政，你倒是继续装啊，装到老，装到死啊！真无心朝政，你做什么摄政王？谁逼你了？无心朝政，你又为何要娶苏婉？听说苏婉他哥没了兵权，你又不娶了，扮猪吃虎，被你玩得明明白白。四哥说我合谋杀了皇兄，请拿出证据。证据？你有杀人动机，你觊觎皇位，我没有。当日皇兄崩逝，母后要我继位，被我拒了，对吧，母后？哼，你不是最爱权吗？我是最爱权，可我不爱皇位。爱兵权是为自保，愿摄政是为留在朝中查你说的身世秘密。我问的是证据，不是动机。我就是人证，我都承认皇兄之死与我有关，我的话还不可信？我又不是替自己开脱，我是在认罪。你若没参与，我拉你下水对我有何好处？我何苦平白拉五弟下水，去掉2个摄政王，让那个被当枪使的傻子坐收渔利？交大理寺去查吧，竹院找到那方砚台和匕首，便是物证。再深查五弟与陶大剑无尤，必有联系。我不认识他们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，便是错信了你说我身世的鬼话。该交代的都交代了，母后自己看着办吧。来人，将4王爷、5王爷打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任何人不得探视，违令者斩。陶大剑、无尤一并收押。母后，儿臣冤枉，儿臣带下去。我与四哥无冤无仇，四哥为何要如此害我？事到如今还演得那么震惊，那么生气。我也想问一句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害我？莫名其妙，不可理喻，疯子！五弟这般气愤，是不是没想到会搬石头砸自己脚？没办法，我向来睚眦必报，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，吃不得一点亏。对方重编了个故事对付我，若按事实接我与苏丽，我未必有胜算。可编了新故事，就有漏洞，有漏洞我便能反击。
而且他因此暴露了自己。明知是苏丽杀了邝玄镜，还处心积虑保他的人不多，尸身在他手上，说明他知道皇帝是我所办。这样的人，除了我，就只有邝献瑜。想藏在后头，让邝静涵送我上死路，这水，我偏拉你一起下，更要调出你身后的大鱼。娘娘，奴婢知您担心四王爷，可也要为腹中孩子着想一下，饭还是要吃的。不想吃饭了，喝点汤吧。奴婢糊涂，明明是娘娘弑君，二王爷为何说是四王爷？分明是在江南，为何又变竹院？这好似跟五王爷无关，为何拉他下水？邝颖州不会随便攀污，他既拉邝献瑜下水，就说明邝献瑜不无辜。今日多半是邝献瑜布局，利用了邝继寒，被邝颖州看穿，索性把他一起拖下水。对哦，真要置四王爷于死地，最优解是揭穿娘娘弑君，再捅出他假冒景昌帝。可对方偏偏改了时间地点，把您摘得干干净净。这世上谁会替我这般考虑？除了邝颖州，便只有邝献瑜了。五王爷竟跟踪了娘娘，难怪他能第一时间挖出先帝的尸骨。太后严禁探视，邝颖州联系不到外面，又该如何破局？今日的事儿你怎么看？奴婢觉得四王爷说的应是真的，拒绝继位是事实，既无心皇位，便没有弑君的动机。哀家一直想不通，那逆子不要皇位，却要做摄政王，还愿意拿兵权来换。今日总算明白，他是为查身世。邝献瑜藏的真身，是哀家小瞧他了。你说，邝献瑜当真知道那逆子的身世？奴婢觉得他只是听过风声，并不知具体，否则身陷囹圄，早拿这个跟娘娘谈条件了。皇后娘娘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母后，臣妾想见四王爷一面。见他作甚？前些日子，四王爷送了臣妾一包枣干，是臣妾幼时最爱，没多想就吃了。今日出了这事，越想越后怕。你是说，怕枣干有问题？太医探脉没异样，也没验出毒，可万一是慢性毒，臣妾腹中孩儿赌不起，所以想见他一面试探试探，早寻对策，早备解药。正好哀家也要见见他，哀家同你一起去。是。前些时日，四弟送本宫的南酸枣干，本宫食了，这2日有些不舒服。四弟没在里头加什么吧？他若想脱身，便可咬定枣干有毒，只有他有解药。皇嫂是觉得我下了毒，放心，我不是疯狗，不会见人就咬。五弟才是狗，皇嫂该防着他。我跟皇嫂无冤无仇，下毒作甚？如此，皇嫂放心了吗？他没接我送的保命符，说明他并不急于脱身。你说每日要给北帝报平安，如今关在此处，怎么报？北帝会不会有变动？母后不说，儿臣差点忘了，让鸦雀替儿臣报平安，告诉他318-526-747，发出去，北帝必不妄动。劳烦皇嫂转告我的侍从，失前他放走的那只五彩鸟儿，让他找回来，关好，不然我出去定罚他。本宫会带到。走吧。娘娘，你来的正好。本宫今日去天牢，太后同行，没能多言。我感觉他另有计划，你看看这句话。主子还是皇上时，下朝御九公主提着鸟笼，说是五王爷让他买的彩羽鸟，送兰太妃作伴。主子说囚鸟如杀生，让属下当场放了，另买2条红鲤送去。九公主邝宝珠，此鸟彩羽与五彩鸟儿对得上，又与五王爷有关，应该就是他。
放飞那么久的鸟，根本找不回。主子不会让属下做毫无意义的事。有没有可能是让你们关注鸟的主人？牵扯的只剩邝宝珠和蓝太妃，一个是武王爷的妹妹，一个是他母妃，对你们主子接下来的安排有用。属下也觉得是。听说蓝太妃去定国寺礼佛了，要快，赶在大理寺定案前，要隐蔽，别让人知道。关刚好不是囚禁，是盯住，让他们在掌控中别打草惊蛇。还有，苟贤是武王爷的人，本宫暂不揭穿，你们也装不知。还有数字318-526-747。娘娘，这是战场传军情的暗语，对照《平国论》一书叶河行列。所以你家主子不仅背下整本《平国论》，还记得每个字对应的页数行列。318，第一字让，第二字我。让我，那就是让他做什么呢747，何字？死字。邝颖舟说让他死。主子虽把生死看得淡，却不会主动求死。从前那般艰难都为求死，何况如今还有挂件。有没有可能他说的死是假死？本宫今日见他，只见他双脚背靠，但双手是自由的。若真要寻死，以他的武功有100种死法，真死他自己就能办到。唯有假死才需我们帮忙。况且他既另有计划，必有进一步的部署。可我们连见他都见不到，如何帮他假死？这个难度极大，本宫得好好想想。你先去办你的事，夜里来凤栖宫，我们再议对策。夜里来他寝殿，平素你家主子怎么来你就怎么来，本宫会留窗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娘娘，属下没法跟主子交代。不是你一人，带上鸦雀，本宫这边还有玄和。属下遵命。将你们深夜召集于此，本宫有要事相商。四王爷弑君之罪重大，太后又本就不待见他，此次必凶多吉少，本宫不能坐以待毙。可这样，四王爷以后就不能以真身行走世间了。如今保命要紧，命都没了，还谈何身份？本宫手里有一颗假死药，服下断气3日，呈中毒之象，只要3日内服下解药，便可活过来。可天牢守卫森严，东西送不进，人也进不去，要如何给他？本宫想了一日，想出一法，需你们配合。明日先让你们的人把四王爷身世有秘密一事散播出去。身世若真有问题，太后必心虚，恐会偷偷除掉他。你学一声太后的声音听听。哀家乏了。哇，好神奇！可属下是男子，身形与太后天差地别。你扮太后身边的长公公，身形相仿；苟贤与太后身形相似，由苟贤扮太后。娘娘，奴婢怕能力不足，搞砸了事。本宫信你。贤良，你明日找人加急做2张人皮面具，一张长公公的，一张太后的，不惜银钱。是你2人，一个动嘴，一个出声，演一出双簧。去天牢给四王爷送假死药，先排演到天衣无缝再去。四王爷假死后，本宫再设法调换他的尸首。世人皆以为他容颜尽毁，没人见过真容，这个好办。七旬让你们的人备一具身形相仿的尸身。是。可事后太后查冒充他的人，查到娘娘头上怎么办？只要你们滴水不漏，太后只会疑心是武王爷的人所为。退1万步，就算查到本宫，本宫便说，本宫恨四王爷弑了皇上，要替皇上报仇。今日到此，明夜再来。娘娘，难怪邝颖舟派你潜伏在景昌帝身边，出了这么多事，太后至今仍当你是先帝的人。本宫一个眼神你就懂。娘娘谬赞。坐吧。谢娘娘。
属下站着就好。本宫又不是洪水猛兽，你家主子也讲道理。竹院那回，他不还让你抱着本宫突围？想必你已看出来了，方才那一场全是做给狗贤看的戏。那娘娘真正的计划究竟是怎样的？就是方才跟大家说的那样。不是说做戏给狗贤看的吗？今日去天牢问枣干有没有问题，是想递给他一个保命符，让他趁机说出枣干有毒，解药为他有，借此谈条件脱身。可他没接，他放着更简单的脱身机会不要，却用暗语让我们帮他假死。你说这是为什么？主子假死并非为了脱身。引蛇出洞。蛇是五王爷吗？或许是，或许不是，也许还有更大的鱼。但眼下知不知道关系不大，我们要做的是全力配合他。属下明白，有娘娘筹谋，便与主子亲自布局无异，我信。按理该把你藏到最后，你现在仍是太后信任的人，万一有失还能靠你。可这事关你主子性命，交给玄和鸦雀，本宫不放心，唯有你才能确保万无一失。属下不负娘娘所托。至于为何用狗贤，一，他身形最像太后；二，他是邝县鱼的人，让他假冒太后，正好把他也拉下水；三，让他亲眼见证，戏才真，越避着越惹他怀疑；四，最要紧，若要引的蛇跟邝县鱼有关，狗贤十有八九会借机动手。你想，你家主子要人安排他死，他的生死就是引蛇的关键，对方必在这上头动手，要么破坏计划不让他假死，要么换效内力药，让假死变真死。所以狗贤手里内力换不换，换成什么都不打紧。真正的假死药，属下会偷偷递给主子。狗贤内力是药是毒，主子根本不会使。正是，回去歇着吧。这2夜你与狗贤好好排演，口技、体态、神情都要乱真。但愿我所想的，正是邝颖舟所想的。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最后确认一下假死药。你们可以去了，切记，无论去时回时，都不能让人发现与凤栖宫有关。是。别怕，不会有事的。等吧。太后娘娘，哀家要见4王爷。哀家有几句话要跟4王爷说，你们都退下吧。4王爷，主子，既然公公是七旬，那他是苏黎。是狗侍卫，狗监是那条死鱼的人，让他来，难道那日的暗示苏黎没懂？快把药给王爷。何药？是假死药。假死药。皇后娘娘说，主子此次凶多吉少，要让主子假死脱身。此药断气3日，呈中毒之状，3日内服下解药，便可苏醒无虞。你们冒充太后前来，我一死，太后必会彻查。天牢都是太后的人，唯有冒充她才进得来。主子放心，皇后娘娘既依这般安排，自有应对。
我们不能久留。苏丽明知苟贤是邝献瑜的人，还派他送药，又让七旬另给一密，是故意的，拉苟贤入局，引蛇出洞。这里得留着，苟贤究竟换没换，换成了什么，验过才知，才能将计就计。他既这般安排，自有应对，我信他。娘娘息怒，凤体要紧。那日在金銮殿上，只那逆子提过一句身世，没想到传得这样快。那帮臣子一个个管不住自己的嘴，传言罢了，过阵子世人就忘了，世人会忘，那逆子却会信。邝献瑜说的他本就信了，如今坊间又传各种版本，他出来必定查到底。他不是还关着吗？关不了他一辈子。若真如他所言，只是打晕皇帝，便罪不至死，一出来就接着，不行，不能让他查。那娘娘的意思是，想要他永不再查，唯有他死。只有他死了，他们兄弟的身世才不会再被人提起。只是他一死，北帝必反，唯有借刀杀人。如此，北帝要对付的便不是娘娘，不是朝廷，而是杀他之人。可借的刀不少，邝献瑜、邝继寒、皇后，哪把刀最合适？五王爷不合适，他本就喊冤，杀四王爷等于坐实罪名。二王爷也不适合，人是他送进天牢的。皇后倒合适，她怀龙嗣，又替皇上报仇。可苏家军和北帝打起来，遭殃的还是大赵。你说的有理。还有一把刀，七旬，他是皇上生前的贴身侍卫，替主复仇名正言顺。北帝要报仇也只会找他，不牵连朝廷。娘娘高明，只要说服七旬做死事，事后再公审处死他，给北帝一个交代，便万无一失。娘娘，天牢来报，您前脚刚走，四王爷后脚就中毒身亡了。你胡说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是天牢里的人来报，此刻就在外头，让他进来。是。启禀太后娘娘，四王爷已毒发身亡，小的是来请示接下来如何处置。四王爷死了，中毒死的。是，小的们以为……混账！哀家何时赐过毒？今日娘娘与长公公一同去的，不少劳仪都亲眼所见。哀家今日何曾去过天牢？可不少劳仪都亲眼所见。长公公，奴才在。你今日去过天牢吗？回娘娘，奴才一整晚都在慈宁宫伺候，未曾出过门。活见鬼了！你快去天牢封锁消息，哀家随后就到。被叫去天牢。怎样？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已经收到消息了。是。她往天牢去了。七旬，你轻功最好，去暗中盯着，切记别被人发现。但若发现他们对王爷不利，务必及时出手，一切以王爷安危为先。是。你们不是都带着信号烟火吗？若遇紧急，就放烟火。是，娘娘放心，属下定护主子无虞。娘娘，过去验，确定死了没？回娘娘，四王爷确已毒发身亡，中的是鹤顶红，臣无力回天。确定？确定无疑。哀家要你封口，
今夜你从未到过天牢。娘娘放心，臣今夜一直在太医院值守，从未出过门。是。把那逆子的面具摘下来，哀家倒要看看，他死了还敢不敢倨傲？就算被太后看到主子真容，又能如何？最多以为自己被骗，主子没毁容罢了，怀疑不到别的。果然，主子永远是走一步看10步的人。可以了，快把面具带回去。太后被这张脸吓得不轻，可见心虚，心虚才不敢细看，不细看便瞧不出是假的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冒充哀家，还在哀家眼皮底下杀人！你觉得会是谁？奴婢想不到，能易容又能模仿娘娘声音，宫里竟有这般能人。你去迎新宫查一查，那个潘鸦雀今夜在何处，做了什么，有没有出过门？是。来人，去查宫门今日的出入记录。是。你是王爷的人，绝不能被发现与假死一事有关。一旦查到你，太后便会推断出你是去救，而非去杀，进而识破王爷是假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们都确定潘鸦雀今夜没出过门？是的，很确定。还真被那女人一字不差的预判到了。这局面对哀家极不利，他的死绝不能泄露。娘娘，我们只能化被动为主动。怎讲？我们抢先散播出去，有人冲太后潜入天牢，毒害四王爷，幸得救下，正在追凶。此法甚妙，抢占消息，对方再动就被动了。你这就散消息，让常公公带人大肆搜宫。娘娘养的死士里有个面部烧伤的，可调进天牢，冒充四王爷。就这么办。你去外面守着，以防七旬放烟火我们看不见。接应的人、换的尸体都备好了吗？娘娘怎么笃定太后会把尸身送出宫？她的死太后不敢声张，更怕传出去北地反，要瞒就只能秘密处置。宫里沉湖掩埋都易被发现，最稳妥是悄悄送出宫。就看太后把这趟送尸的差事交到谁手上了。你们去那边宫殿搜，其余人跟我来。今夜天牢的事听说了吗？竟有人敢冒充母后，还骗过满劳役。实话跟你说，邝尹周已毒杀身亡。不是说被李太医救下了吗？那是哀家让这么说的。明日你帮哀家把他的尸身送出宫。母后竟让儿臣去办。北地若知他死，必反。只有你与哀家立场一致，哀家只信你。明日去徐记茶楼点鹿鸣雅间，徐掌柜自会移走处理。今夜常公公借搜宫，把尸身转到你凤栖宫。儿臣遵旨。即刻列队。娘娘恕罪，奴才也是例行公事。太后吩咐，每人都要查，每处都要搜。理解。那咱家先不打扰娘娘休息了。幸好没有其他伤口。娘娘，榻上是王爷。太后把尸身送来，
让我明日送出宫。太后怎会把主子尸身交给娘娘？她怕北帝造反，又怕假冒她的人嫁祸，只能选立场一致的人。本宫已吩咐玄和去安排尸体交换，明日先去穆氏绣坊换尸，再去徐记茶楼。属下这就去盯守。小心些，别被人发现。娘娘，皇后娘娘已经出发了，看样子对娘娘的话深信不疑呢。哀家说的全是实话，她深信不疑很正常。可先前娘娘说皇后这把刀不合适，不能嫁祸，情况紧急，只能甩给她了。那二王爷那边已无意中透给邝继寒，邝献瑜藏皇后车里意图逃狱，他必去拦车搜查。可若皇后咬定是娘娘她处理的怎么办？哀家一口否认，她有动机有能力，人赃并获，谁信她？娘娘英明。回娘娘，是二王爷拦在前面。二哥这是何意？娘娘，我接到消息，武帝越狱藏在您马车里。搜，真是一把好枪啊！人见人爱，个个都想使上一回。你什么意思？四弟被指控杀了我夫君，我孩子的父亲，我为何要帮他越狱？娘娘敢不敢下车，让他们搜一搜？王爷，没有。案子未清，我怕武帝逃了，一时心急，请娘娘见谅。此物是个好东西，希望自此之后，二哥能有。驾！还真被娘娘说中了，是太后吗？她想把邝尹周的死扣到本宫头上。娘娘，还去穆氏绣坊吗？去。不怕我没接住，把你摔了？不怕，反正垫在下面的都是你。你感觉怎样？听说假死药挺伤身的。没事，你过来顺利吗？不太顺利。邝静涵被太后当枪使，拦车要搜，说邝献瑜藏在我车里。好在我没把你带上车。以后别再做这样的事，假死的风险太大了。你毫无意识，就如砧板上的鱼肉，上到太后，下到劳役，谁都能给你一脚，捅你一刀。当初杀景昌帝，我都没这般提心吊胆过。风险那么大，你还让我假死？是你自己说让我死的，不让你假死，难道让你真死？我本不想走这步，可你既提了，我总得配合你吧。你配合得很好，我知道让你担心了。我知道你不是为脱身，是为引蛇。那条蛇到底是谁？很快你就知道了。邝尹周，以后不要拿自己的命赌，这世上没有人值得你用命去引，命没了，引出来又如何？既然想过我会死，那你看清自己的心意了吗？都说经历生死能让人看清本心。少来这套。这几日的担心煎熬，确实让我明白了自己的心，但我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明白。你放心，我没有不惜命，我只是信你们。以你的本事，
加上七旬、玄和，必不会让我真死。我谢谢你的信任，你眼睛一闭，一死了之，把压力全甩给我们。苟贤换给我的那粒假死药，我验了，是真正的鹤顶红。他竟真换成了毒药。哼，说明邝县瑜是真想我死。邝县瑜对你倒是用情至深，煞费苦心，为保你不惜自陷被动，连你腹中是别人的骨肉都要保全。我都被他感动了，你不感动？你希望我感动？哼，我又不是自虐狂，我恨不得你们压根儿不认识，恨不得小时候陪你玩的人是我。你笑什么？见到你开心啊！这些天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好，此刻才算松了口气。找什么？石漏，我不能久留，还得把你的尸体送去徐记茶楼。邝继寒拦车的由头是邝县瑜逃狱，不是冲你，可见太后不想暴露是他策划。不想你走，后日我再来。既然苟贤给的是毒，我一会儿出去就说你食了解药仍未醒，怕要3日才能转醒，3日后我再来。那让我亲一亲。可以吗？你是说此时此刻？可你不是说不能久留，要去徐记茶楼吗？等等，我看书上说，王爷食了解药，却一直没醒，怕要满3日才会醒。你先回宫，让鸦雀来照顾王爷，他醒了设法通知本宫。明白。按太后交代的，把后院马车里的货移走处理掉。娘娘放心，交给小的。这口锅该轮到太后自己尝了。这是四王爷的尸身。我们回北地反了吧？办好了吗？幸不辱命，只是路上二王爷拦车搜了一遍，说五弟逃狱藏在臣妾车里，好在臣妾谨慎，没把四弟尸身放车内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邝县瑜关在天牢，何来逃狱？邝继寒哪听来的混账消息？臣妾倒觉得很可能是二王爷的人冒充母后，去天牢杀了四弟，不然二王爷怎会那般笃定强硬的要搜臣妾的车？娘娘，徐掌柜处理尸身时，被几个北地的高手当场撞破，对方认出是四王爷，一口咬定是皇后娘娘杀了人，正堵在茶楼不肯走，尸身也被夺了。怎么那么巧？徐掌柜埋尸，他们偏去了后院。消息要是传出去，北地必反。潘鸦雀，他替邝尹周给北地报过平安，快去迎兴宫带他来。潘鸦雀已出宫，不知去向。想必他知道四王爷出了事，怕受牵连，赶紧逃命了。昨夜搜宫动静那么大，他人在宫里，难保不起疑。早知如此，打入天牢时就该把这潘鸦雀一并关起来。如今唯有一个办法，把真凶推出来。母后是指二王爷？给邝继寒造证据，人证、口技、买毒、当街拦车，人证物证俱全，他抵赖不得。还不说是谁指使你们传假消息给本王吗？拿下！你们这是做什么？奉太后之命，捉拿二王爷。你的人冒充太后毒杀四王爷，人证物证俱全。我杀了光尹周，还指使人冒充太后，我自己怎么不知道？本王没有，本王冤枉！放开本王，本王没做过。
二王爷有什么话，去天牢跟大理寺说。这个你几时带出宫的？鸦雀帮我带出来的，我前日就夸了他，这是他这辈子在没我吩咐下做的最对的一件事。我倒觉得多半是七旬让他带的，只有七旬才会想得这般周到。在你眼里，七旬就那么厉害？当然，不然你怎会派他潜伏在景昌帝身边？此次助你假死，若只我一人，根本办不成。你那些暗号也是我与他一起解出来的。你不会连自己下属的醋都吃吧？怎么可能？不过最厉害的人还是你。七旬是你的手下，得了你的真传，你能让他彻底臣服，本事远在他之上。确实厉害。还说没吃醋？你刚才脸色明明不好看。我说了没吃。邝尹州，你终于如愿以偿了。什么？你不是说恨不得自己小时候就跟我玩吗？你梦想成真了。此时此刻的你，最多5岁。所以，你跟邝苑宇小时候会玩到你坐他身上，他抱你怀里。懒得理你。太后真是又爱权又怕死，我的死被甩来甩去，她这哪像个母亲？最是无情帝王家，当年夺嫡折了2个，又一个邝兴兰。如今邝献瑜下狱，你被毒杀，邝继天也进去了，就剩个8岁的11王爷。苏黎，那日你说别再走假死这种险棋，其实除了引蛇，我也是在自保。我不死，别人也会弄死我。天牢里太后怕我查身世，邝献瑜的人就在你身边，我要引的那条蛇也会动手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求死。这段时日，你自己也要格外小心。时局太乱了，皇帝崩逝，皇子接连出事，如今你也死了，在边国看来正是风雨飘摇最薄弱的时候，我真怕边国借机生事。放心，他们不足为惧，内部的乱先理清，否则内忧外患不堪一击。快了，很快就过去。对了，今日第3日出去，我就说你彻底没醒，真死了，说不清是药有问题，还是被人换了药。两者都怀疑，都去查。只疑药有问题，不疑被换药，太不像你这小狐狸的性子，反倒招疑。又得做戏，你真死了，我还不得撕心裂肺？可哭戏我最不擅长，住院那次掐红了肉都挤不出一滴泪。别急，我还有一种办法，能把你弄哭，要不要试试？邝尹州，你既然死了，为了把戏做真，是不是接下来我就不能来这里找你了？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你啊？很快。此次出宫，我没带贤良和苟贤，只带了你，所以你回去后，在苟贤面前要表现出痛苦，知道吗？娘娘，小的能不回宫吗？不能，我们不是只应对苟贤一人，还有太后以及其他人，在他们眼里，你可是景昌帝的人，莫名失踪，亦引人怀疑。那日你与七旬去送假死药，路上可有异常？娘娘为何这样问？是四王爷他死了。主子他没了。他一直没有醒，今日已满3日，鸦雀请了大夫来，说他早已中毒身亡。所以是假死药有问题。本宫也不知哪里出了岔子。你不会怀疑是本宫吧？本宫与你家主子什么关系，你最清楚。娘娘确定假死药没问题吗？不确定，毕竟先前也没试过。但本宫花重金买的，来驴可靠，对方与我们无冤无仇，没必要故意换成毒药。你不会怀疑是我换了药吧？那药我只从娘娘手里接过，原封不动给了四王爷。我若真换了，何必留在这里等你们怀疑？本宫会查到底。1查卖药的人，2查经手药的，3查劳仪是否受人指使另投了毒，4查太后是否怕他假死补了一刀，5查穆氏绣坊你们自己的人，宫里本宫查，你们的人你查，
再让玄和同你一道。是。主子这是怎么了？别问了，忙你的去。娘娘，不为自己，也要为腹中孩儿啊。不吃了，撤下吧。娘娘要真在意四王爷，就更该好好吃饭。这孩子可是四王爷留给您唯一的念想。太后娘娘，不好了！北地的人打进宫了，正朝金銮殿杀来，扬言要替四王爷报仇。怎么会？哀家已经去信解释了，北地进宫至少要10日，这才过去几天。苏国公，那日哀家密令你调苏家军回京，调了吗？回娘娘，臣已去信，天赐正带兵回京途中。禁卫护驾！娘娘，不好了！北地造反，皇宫已被包围，雷将军带人杀去了金銮殿。娘娘去哪里？金銮殿。玄和苟贤会武功，随本宫去。贤良留下。是。娘娘，刀剑无眼，您有孕在身，万万不能过去。本宫是皇后，岂能回避？整个皇宫都被围了，往哪儿躲？雷将军，你不是在养老吗？北地将士深受四王爷恩惠，听闻四王爷被害，个个怒发冲冠，非要进宫复仇，臣拦不住啊！关于四王爷的死，哀家已去信说明，凶手邝继寒已被擒，任凭北地处置。娘娘是说明了，可将士们的怒线压不住，臣也没辙。你怎么来了？臣妾怎能让母后一人面对险情？雷将军，你现在退兵，哀家既往不咎，还可把凶手邝敬寒交你们处置。四王爷是哀家亲子，他的死，哀家的痛不比你们少。哼，北地将士说，虽是二王爷投毒，可若非娘娘将四王爷打入天牢，他也不至于被害。他是弑君贤兄，打入天牢，哀家何错之有？弑君？他跟臣讲过，当日是皇上要杀他，他不过自保，用匕首是正当防卫。当日四王爷不是说，他只拿燕子砸晕皇帝，动匕首的是五王爷吗？所以是他杀了皇上，不是五王爷。臣一向光明磊落，便直言了，弑君与五王爷无关。当日四王爷以为二王爷的指控是被五王爷当枪使，才故意拉五王爷下水。难怪五王爷一直喊冤，难怪三思查不出实据，原来那把枪从头到尾真是邝敬寒。既是四王爷弑君，你们就更不该有今日之举。弑君本是死罪，纵无投毒，他也必死。况且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他反杀便是大罪。话虽如此，可北地将士说了，不为四王爷讨个公道，死不回北地。交出凶手二王爷，另请太后娘娘交出政权，不再摄政，去行宫养老，他们便退回北地。哀家摄不摄政，与四王爷的公道何干？当然有干。娘娘身为四王爷之母，这些年非但未尽一日母责，还屡屡对他下暗手，北地将士都看在眼里。满朝文武竟无一人替哀家出声，哼！平素的阿谀奉承，原来全是假的。邝家的江山自当交回邝家子孙，五王爷、11王爷都在，立君即可。娘娘既得清闲，又不落口实，给个准话吧。答应便即刻下旨推新帝，承诺不再摄政；不答应，臣只能一声令下了。先答应，待北地退兵，再设法拿捏邝燕于不迟。好，
哀家答应你，立武王爷为新帝。哀家自此不再摄政，去行宫养老。静儿，我不是邝玄镜，我是邝尹舟。你真是邝尹舟？不，你不是。声音是，可会口技的人多的是。哀家亲自替他收的尸，他死得透透的。所以儿臣还得自证身份。京城有个治痔疮的大夫，你这次进京，屁股底下垫了3层棉花吧？出来为我办事，辛苦将军了。王爷，你真的没死？将军现在肯认我了。我们都以为你死了，你还活着，实在是太好了。我没死，你们不是该高兴吗？一个是被我弑君伤透心的亲娘，一个是千里迢迢为我讨公道的恩人，怎么见我没死，反倒不认了？那是因为哀家知道四王爷不可能没死。就因为母后让李太医验过我的尸，让何嬷嬷看过我的脸。在慈宁宫，母后想让我喝毒药，我都能不喝，还险些反让母后喝下。在天牢里，我只上了脚镣，双手自由，母后真当能轻易让人给我投毒成功？所以，天牢里那具中毒身亡的尸体是假的？不，尸体是真的，只不过是我食了假死药，成已亡之态。他真是那个逆子，他真的没死。雷将军，如今四王爷还活着，你是不是该带北地士兵离开了？不过有句话哀家说在前头，四王爷弑君，总要给百官百姓一个交代。弑君？我弑君？弑君的不是武帝吗？事到如今，别再污扯旁人了。雷将军都说了，是你杀的皇帝。王爷，弑君是你做的，何必拉无辜下水？景昌帝那样的无能小人，杀了便是为民除害。既已杀进金殿，谋逆之名跑不掉，不如一不做二不休。这皇位，北地将士送你来做。将军好计谋，一计不成又一计。坐使我谋逆，再让武帝出来除我，名正言顺登基是吗？王爷何出此言？将军阁楼那本书里加的身世密函，是你伪造的吧？纸张做旧，字迹成年，你多年前就写好，专等我上钩。等我去查身世，与兄弟争一个女人，与母后反目，你好坐收渔利。我不知你在说什么，你根本不是王爷。来人，此人假冒四王爷，给我拿下！我看谁敢！还愣着做什么？快呀！邓生，你右腿的伤好了吗？就跑来京城。于天，你娘半身瘫痪，你若没了，谁照顾她？玉承志，你不怕再见不到你的柳杏？是王爷，只有王爷才会记得咱们这些小事。对，是王爷没错。王爷是我从小带大的，是真是假我岂会不清楚？就是假的，快抓住他！我不知将军跟你们说了什么，想必是说这么做为我好，都是诓你们的，别信。这些年，我就不该把兵权交给你。是将军吃了败仗，让我临危受命，兵士才听我的。邝尹舟，你再胡言，休怪我也乱语。这烟火一发，宫外大军即刻杀进来。娘娘若先让人杀了这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我便不发烟火，带兵离开。那将军发一枚，我也发一枚，看他们听谁的。
景昌帝在江南的时候就已经死了，之后的景昌帝是邝尹州所办，他与皇后早勾搭成奸，皇后腹中是他的种。一派胡言，穷途末路，还想拉皇后垫背？我能证明，皇后腹中的孩子就是四王爷的。他不是皇后贴身卫士吗？皇后贴身侍卫，怎么会突然反口？怎么回事？雷将军鱼死网破，先攀四王爷弑君，再编排本宫清白，拿不出半分证据，便往妇人身上泼脏水。本宫腹中是谁的孩子，与今日谁人谋逆有何干系？将军这是想用本宫的肚子糊弄诸位大人的眼睛。此事与皇后无关，容儿臣来禀。既然将军非要撕破，那便从源头说起。起因就是雷将军故意让儿臣看到的那封陈年密函。密函说，桂嬷嬷把我与皇兄的身世纹在了苏家嫡女背上，要知透明无色，唯同房情动时才显。我若想知身世，务必娶此女为妻。苏家嫡女不就是皇后？这密函是雷将军伪造，故意给儿臣看的。我以身世为饵，去江南约皇兄相见。赴约时，却发现皇上已被人杀害。儿臣当时很慌，只当有人栽赃。可奇怪的是，竟无人来抓现行。后来才知是有人故意引我入局，暂留我性命。我便扮作皇上，接近皇后。我与皇上是双生子，容貌一般无二。我又会口技，模仿皇上声音分毫不差。皇后浑然未觉，母后与诸位也无一人识出。你瞎说！将军急什么？我前脚埋了皇兄的尸，后脚就被人挖出以水晶棺宝。不是我幸运没人抓，是有人引我入局，留着他日再灭。我与皇兄是双生子，自然是一模一样的。难怪那懦弱天子忽然大杀四方，原来早换了人。说到这里，儿臣想问母后，您曾亲口说让雷将军毁我容貌，是真的吗？为探得密函上所说的秘密，我以皇上身份召皇后侍寝，却发现大婚2年的皇后竟还是完璧之身。这也要说？然后呢？说重点。然后，儿臣在与皇后相处中，被她的聪慧、善良、坚韧、勇敢打动，逐渐心悦于她。儿臣想尽办法，也未能从皇后背上看到深深之谜，便开始怀疑密函的真假。这时，纵情山水、无心朝政的武帝回来了。武帝看似对皇后避嫌有分寸，其实觊觎皇后之心从未停歇。武帝知道儿臣不是皇帝，是邝尹州，于是他设了桩命案，把潘鸦雀推到皇后眼前，想让她识破。学子恰巧坠楼，官府搜房时，北地信鸽恰巧飞到，这般精准的恰巧，唯有雷将军办得到。一派胡言！皇后为查真相，让小太监柱子假扮邝尹州在竹院相见，引我现身。也在那时，他才知我是假皇帝。恰逢武帝放火箭杀我，为了保命，我只能以皇后的家人相威，逼他不能声张。后来武帝派杀手火烧竹院，我趁机用烧焦的尸体冒充皇上，就此脱身。原来纵火害命的是邝献瑜，不是齐王爷。我本要回北地，可皇后查出有孕，我知道那是我的孩子。难怪这逆子皇位不要，拼命摄政，原来为了自己的儿子。为护他们母子，我要求摄政，甘愿以北地兵权交换。武帝搬出水晶棺尸身诬我弑君，我便将计就计，拉二哥下水，引蛇出洞。就算我不假死，你也会让我死在天牢吧？只有我死，你才有起兵的名义。果然，将军一点没让我失望。将军从我襁褓起，
就布了这盘20年的大棋，让我与兄弟反目，与母后离心，替武帝肃庄朝堂，最后扶他登基。我无心皇位，自始至终只是被人设计，被动入局。我说完了，将军若有确凿证据，现在可以提了。你竟是邝献瑜的人？不对，你这盘棋在邝颖州抢宝时就开始了。邝献瑜比他还小半岁，那时还没出生，你怎会是他的人？所以四王爷就是胡言。到这份上还狡辩，母后还没看出他二人的关系，也是儿臣没想到的。这有何难猜？雷将军处处为邝献瑜筹谋，连命都肯赔下。这天底下只有一种关系会这般不计代价。所以是哀家说反了？难道邝献瑜是雷将军的傀儡？母后确实该退出摄政，安享晚年了。这里已经完全跟不上了。母后这辈子没做过为爱子继陈远的事，自然想不到，不像雷将军为了自己的儿子煞费苦心。邝献瑜竟是雷将军的儿子？你别胡说！是不是胡说？将军心里清楚。我的人已请到了兰太妃。我昨日才派人去定国寺接兰太妃避祸，怎会？将军是不是在想，你昨日已经派人去定国寺通知兰太妃和九公主先避一避，他们不可能落到我手里。可惜又落空了。抓住他！放了邝献瑜和兰太妃，让我们走，不然我就杀了太后。将军在跟谁说？我吗？你说呢？你放不放太后与我何干？你不是说她与我不是亲生母子吗？你自己都说是他要离间我们母子。他的话确实不能信，那就你说，只要你说出真相，我就救你。能有什么真相？哀家就是你的亲生母亲。既如此，那将军，你自辩吧。你还真是个大孝子。哀家好歹有生你之恩，就因为哀家把你丢在北定不闻不问，那是因为大师说你。因为我知道你不是。那雷将军的话你也信？他满口谎话，你就不怕他编个故事说你不是皇子？邝尹州，你就不怕皇位不保？皇子是什么了不得的身份？我稀罕。你看看父皇的这些皇子，还剩下几个？有几个善终？邝献瑜藏了这么多年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他长得半分不像父皇，我至少还有3分像。在场诸位眼睛雪亮，我还怕雷将军编故事？将军，你如实说出真相，我就放兰太妃和九公主。放了我们，兰太妃、九公主，还有邝献瑜和我。哦，那将军自辩。听到没？没你呢。将军还有什么能拿来跟我谈条件？我若是你，事到如今，能救一个是一个。将军知我，我说到做到。太后曾大月份划过一胎，伤了根本再不能生。为巩固地位，她在宫外寻了个貌美易孕的女子进宫作弊，又设计着宫女爬上龙床，事后把她关进凤栖宫暗室。宫女有孕，太后便也办起怀孕，由亲信太医诊脉。一次先皇派太医来诊，她慌了，只得让宫女戴面纱扮成她受诊。太医探出是双胎。当年先皇满京寻过一名宫女，原来是4王爷的娘。若不是查出双胎，
你出生就被弄死了，岂能活到今日？你怎知这些？何嬷嬷，你说的……奴婢当初一时鬼迷心窍，误信了雷将军，就那一次，后来再没跟他有过联系。你竟跟雷将军有染？雷将军好手段啊！世人都道你为国苦守寒地，终生未娶无儿无女，没想到你早享齐人之福，还给先帝戴了顶绿帽。哼！矿宝珠是不是也是你的？兰太妃藏得够深，你们一家子都是会装的。对，雷将军说的都是真的，你跟景昌帝都非哀家亲生。你想见你的亲娘吗？哀家若死了，你这辈子也别想见到她。他还活着？哀家留着他，就是为了拿捏你们兄弟。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刚刚你跟狗贤不也用过这招？哼，果然这招有用，这逆子终究不得不救我。他在哪里？带我去见他。天赐，苏将军，苏天赐能顺利进殿，说明北地军已被苏家军降服。苏将军，快擒了这些逆贼！父亲，王爷，谋逆的不是雷将军吗？人已擒，娘娘还要擒谁？他冒充皇帝，还欺辱你姐，致她怀孕。太后娘娘，做人不能这样。四王爷刚从雷将军剑下救了你，你怎么转脸就恩将仇报？太后觉得自己为何能得救，还不是我与四王爷配合默契？灵儿，你在说什么？四王爷是冒充了皇上，可他也是被奸人设计。他做皇上那段时间，整顿吏治，革新律法，除秦家蛀虫，哪一件不是于大赵与百姓有利之事？诸位大人比我更清楚。我可有一句瞎说？他若真有野心，皇位早是他的，何须等到今日？太后用毒逼他继位时，他能反制太后，那时就接了。今日他大可先不揭穿雷将军，顺势坐上帝位再除之，他都没有，因为他志不在此。他与景昌帝是双生子，都是先帝龙嗣，哥哥能做，弟弟为何不能做？何况弟弟做得更好。真要追责，难道不该先追太后强迫民女、欺瞒先皇之罪？苏国公，你们苏家是要跟北地叛军勾结吗？这不是勾结，是和平共处。两军都是大赵的兵，职责都是护国，是友非敌。太后娘娘难道希望看到内战两败俱伤，边国乘虚而入？请四王爷登基，主持大局。王福兄，连你也背叛哀家！臣没有背叛，臣只为大赵江山社稷着想，请四王爷登基，主持大局。儿女都站了那边，我独称也无益。四王爷登基，主持大局。你们，娘娘！玄和，把太后送回慈宁宫，请温太医瞧瞧。把他们关进天牢，跟五王爷关一起。一来让他们父子团圆，二来好复盘这次的失败。你们这群蠢货，请一个弑君之人登基！邝引舟，你跟杀了你亲兄长的女人生儿育女，不怕他来找你？将军这般巫咬，以为大家就会信？弑君这事大家早明白了，你该换件事诬陷才对，比如诬我通敌，诬皇后是假冒，都比现在这个强。诸位请起，主持大局，本王可暂代。至于登基，后面再议。
奴婢听说四王爷没死，今日就在金銮殿。这些都能告诉七旬玄和，就不能告诉奴婢。不告诉你，正是为了麻痹狗贤。你跟他相处最多，你最真的反应最能让他放松警惕。王爷竟是假死，娘娘的演技是真厉害啊！都安顿好了。我脸上有东西。没有，就想看看你。要不要躺过来？刚刚我是从正门进来的，光明正大的感觉真好。苏黎，很抱歉，因为你要遭受非议。我又不在乎这些，别人的嘴长在别人身上，我管不着。倒是你，怎么突然这么多愁善感？谢谢你那样维护我，从小到大，从未有人这样坚定地站在我这边。我们之间不用说这么见外的话。对了，今日殿上我喊腹痛，你怎么知道是装的？就不怕我真不舒服？我了解你，真不舒服你只会悄悄忍着，绝不会喊那么大声引人注意。再说，你那副样子，也只有雷将军那种急红眼的人才信。邝颖宙，你……事情经过就是这样，是我连累了王爷和将军，他们早发现我却浑然不知。你们就不该这个时候行动。不这时候行动，难道等你被斩首了再行动？又不是我杀的景昌帝，他们找不到证据。没有证据，他们能制造证据。二王爷邝继寒就是例子。但凡你不对邝引舟提前下手，会暴露你，暴露我，会落得今日下场。最可气的，你为摘出那女人编个新故事，把我们所有证据全毁了。事到如今被这样指责，是我该的。可这些年的委屈，谁又懂过？我明白父亲的苦心，可父亲布这局可曾问过我愿不愿意？小时候我和苏黎玩得好好的，是你写信让母妃禁足我，鞭杀罚跪，不让我见她。我发现读书勤练本领，想夺嫡得到她，又是你们逼我远走避世，现在倒怪我不听话。明知我心意，还用假密函把她牵进来，看着她和邝引舟恩爱。父亲走这步棋前，可曾考虑过我一丝一毫？我心如刀割，夜夜难眠。静儿，快过来，把今日背的策练背给本宫听。怎么回事？娘娘醒来就这样了，像是失心疯，以为自己还年轻，还是皇后。这么不听话，谁教你的？密室在哪里？以后你就在这里安度晚年吧。失心疯还反应那么快，就知道是装的。邝引舟，你不想见你娘了吗？她早被哀家转移别处了。嬷嬷，不许放她出来，本王让玄和来守着。是，王爷，正等你呢。快，菜要凉了。太后醒了吗？你的唇也好凉。那也帮我捂捂。怎么捂？拿它捂。
你怎么不问我有没有问出我母亲的下落？你若想说，自然会告诉我。怎么，他告诉你了？没有。我知道他已不在人世，不然太后不会装疯。或许对你母亲早些解脱未尝不是坏事。以太后的性子，她若还在，也只会被搓磨得生不如死。你打算怎么处置太后？以关进当年求我母亲的密室，让她也尝尝暗无天日、绝望等死。苏黎，他们让我登基，你怎么想？现下的形势也没得选，要么你登基，要么11登基，你摄政。王爷，11王爷来了。11弟，四哥，我还小，什么都不懂，别杀我。起来说话，谁说要杀你？叫你来是想问你，若把太后交给你处置，你想如何？我不知道，别交给我。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看把孩子吓的，当年他母亲在他面前被杖毙，这些年肯定过得战战兢兢。我原想着扶持他，可这般胆小，连血性都无，如何扛得起江山？11这副模样和年岁无关，是这些年受的搓磨太重，早已失了性气。王爷，容统领求见。四王爷、娘娘，雷将军要求和五王爷分开关押，不想同处一室。另外，雷将军求见王爷，苟贤求见娘娘。看来他们复盘完了。去吧，我随后去见苟贤。七旬，你随娘娘一起去。是，王爷。我就知道你会来。这辈子我没求过你，今日只求你看在养你长大的份上，饶县瑜一命。计划都是我一人之愿，他和你一样是被动入局，我以死谢罪，只求你放过县瑜。是我对不起娘娘，背叛了您，落得今日罪有应得，只求娘娘看在我一心护您的份上，放过王爷。一切都是雷将军所为，他也是被动入局。他这些年从未为自己活过，一直活在父母的强迫里。你喜欢五王爷，所以我深知爱而不得的苦，求娘娘看在他一片苦心，放过他。这粒药和我当初换给四王爷的一样，今日我服下赎罪，只求娘娘给王爷一条生路。等一下，本宫一句话都没说，你就这么笃定本宫会答应？你错了，本宫不答应。他伤的人是四王爷，你们该求的是他，不是本宫。本宫无权替别人去原谅一个3番2次想杀他的人。你说邝县瑜苦，本宫理解，可谁人不苦？他的苦不是本宫造成的，他为本宫牺牲也是他自己的决定，人各自为自己的决定负责，放不放他都在四王爷，本宫都支持他。你要食毒，本宫不拦，请便。剪完了。那我们回吧。寻一处朝北的山地，把人葬了。是。还有苟贤。苟贤他也死了。食了鹤底红，跟他换给你的那粒一样。他们到死都在算计最后一步。
想用这份情谊绑住我们的善意。电死四气无人教耳。雷将军畏罪自尽，今日朕便将此讯告知诸位。请陛下登基，主持大局。既如此，朕便暂领此任，不负苍生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主子，荣统领送来的，说是武王爷写的。哼，去天牢。是。四哥，事到如今，你就不要演了。你们的伎俩我心如明镜。四哥什么意思？我确实认罪伏主，雷将军、苟贤都自尽了，武帝何必吃惊？这不是你们商量好的？一人当我面，一人当苏黎面，以死换你生。尤其这封认罪书，更让我肯定是你们仨的策略，想让我用假死药，让你当众伏诛脱身。我没有。没有？那你为何不自己伏诛？雷将军能自尽，你头上有簪，又有武艺在身，为何偏等我来杀？因为你根本不想死。原来我敬你几分护他之心，到头来，你爱的只有自己。你以为我会稀罕你这封认罪书？真相由上位者说了算，历史由上位者书写，我不需要它。他们为你赴死，你但凡有一点担当，都不会同意这种计划。在缝什么？襁褓，拆了你我各自常穿的寝衣，缝给孩子。听说用父母旧衣缝的襁褓，孩子会很乖，百病不沾。你信这个？老祖宗的说法，信一信又没坏处。早朝，我答应了登基。钦天监在挑日子，我想登基大婚封后，3点同办，可以吗？大婚和封后不用那么急的。我急，名不正言不顺太久了，我迫不及待想昭告天下，你是我的女人。可以。对了，邝献瑜，我交3司按律处置。你没什么要说的？有啊，我想说，今日阳光真好。确实好。上次出嫁，你脸上多是例行公事的样子，这次眼里的柔，哪怕隔着盖头都能看得出。离儿，你是真嫁对了人。凤冠到了。怎会如此轻？皇上怕娘娘受罪，特让匠人把饰物都打成薄且镂空的。他知道我怕重。阿姐呢？我来了。苏将军，你背个椅子作甚？阿姐怀着孩子，直接背怕挤着。姐夫特做了背椅，又合理又安全。
那么重的头饰，怎还戴着？我娘说自己接红盖不急，必须你接。你会信这个？本是不信的，但因为是和你，所以我宁愿信。我忽然明白一件事，老天让我吃那么多苦，是为了把这么好的你送到我面前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吃的苦全是为了我？我是在表白。从今往后，你我便是夫妻，叫声夫君听听。夫君。再叫。夫君。好大的雪，这么一会儿就积了那么厚。小北今日有课吗？有，国子监天天有课，没课他也会去找代父。哼，幸亏遗传你爱读书，若像我，只会日日逃课。我忽然想起你大婚那日说的话。何话？你说老天让你吃苦，是为把我送到你面前。我倒觉得，老天让我们吃那么多苦，是为送来这么好的小北。也不看看他爹娘是谁。母后，父皇，慢点儿，冬天穿得多，别摔着。外面雪好厚，父皇母后陪西西堆雪人好不好？好呀，等你哥哥放学了，我们一起去。父皇，母后，哥哥。我们一起堆雪人啦！父皇，快点批！我帮你们批几本吧。正好，你看看这北地军饷的折子，说说你的想法。嗯。执子之手，忆往昔，回忆如丝雨不尽，想念你被遇见的写意。邝允州。哥哥，父皇母后又不陪我们堆雪人了。习惯就好。去年说好带我们荡秋千，结果他俩跑去比赛爬树，让我当裁判。西西摔跤了。好啊，苏黎。夜里你在求饶，看我放不放。你知道我在说。